我宁愿死也不嫁给齐小迪。宁儿不要冲动，10年前小迪父亲救了我们许家一次，所以才给你们许下18岁成婚的诺言。你若毁约，会被人说是忘恩负义的。哼，我不管，这个哑巴我肯定是不会嫁的。你们再逼我，就是让我死。 18年来，你从未在外人面前开过口，世人皆以为你是个疯疯癫癫的小哑巴。殊不知，你只是被父亲喂下一颗灵种，18年方可成熟，期间一旦开通，就会遭天雷袭击。而今天则是18年的最后一天。小迪这孩子什么都好，可惜是个哑巴，还是一个没有灵根的哑巴。宁儿则是6品灵根的惊世天骄，连青云宗长老都准备将他收为真传弟子。两人却是一个在天，一个在地，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夫君。 实在不行，就让悠然这丫头代替宁儿嫁给小迪吧。此言一出，大家纷纷把目光转向后方的许悠然。作为姐姐，她比妹妹许一宁漂亮得多，可惜她是小妾所生，才处处都被大太太排挤。爹爹，我还想在您身边伺候您，求您别这么早就把我嫁出去。许悠然这样的大美女，嫁给戚小迪这样的哑巴，恐怕会毁了她一辈子的。悠然，我们许家也是好不容易出了你妹妹这样一个天才。 咱家的未来都在她身上了，你就委屈一下，替你妹妹嫁了吧。可是我，难道要爹跪下求你吗？爹，你别这样，我嫁还不行吗？小迪，你意下如何？狄大家子这是演了一出戏给我看的，恐怕早就计划好让悠然当牺牲品。什么以死相逼的戏，都是他们事先安排好的。就是可怜悠然这丫头纯真善良。 如此轻易就上当，伯父，徐府照顾我10年，已经抵消掉我父亲当年的救命之恩。况且3年前家父已经驾鹤西去，所以婚约之事就此作罢了。难不成这小子终于不想赖在我们许家，准备走人了吗？那简直是天大的喜讯！你以为婚姻大事是儿戏吗？婚约是宁儿爷爷定下的，万一他游历归来，发现我们没有完成约定，我和你伯父都吃不了兜着走。你要是真感谢徐府对你的照顾，就娶了悠然，大家从此就是一家人。 王应凤是铁心要把许悠然嫁给小迪，毁掉她一生幸福，以求为她亲生女儿提前铲除障碍。还真是，即便我今日不答应，等我走后，王应凤不定还得想出什么手段对付悠然。与其如此，一切听从伯母安排。悠然，快带小迪去量一身衣服，1个月后就给你们完婚。跟我来吧，刚好我也有话对你说。 唉，小哑巴，你不该答应的。他们只是不想落下忘恩负义的名声而已。等我妹妹进了青云宗，他们肯定还是会变着法赶你走的。看来这丫头也不傻。带着这些钱离开徐府，离开孤州城吧。那你怎么办？这里是我的家，他们对我再不好，我也不能走的。你快走吧，别犹豫了。到了外面多长个心眼儿，不要随便搭理人。如果被人发现你是哑巴，他们会欺负你的，知道了吗，小哑巴？悠然，你以后应该叫我夫君了吧？你说话了，你不是哑巴。我有说过我是哑巴吗？要变天了，你收拾东西快走吧。王姨要是知道你一直装哑巴，又要疑神疑鬼了。我不走，我要留下来娶你，从此保护你。别说大话了，你的灵根还不如我呢。相信我。许悠然对上小迪平静而坚定的目光，心底涌入一道暖流。自从母亲去世，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说要保护她。傻瓜，那就拿着这些钱当娶我的聘礼吧。姨母，你怎么能把悠然表妹嫁给小迪这个废物？表妹跟我才是郎才女貌啊！哼，我的傻外甥，让他俩成亲也是为了给家族一个好名声而已。他们大婚过后，亲小迪意外暴毙，许悠然伤心改嫁。你懂我的意思吧？哦，我懂了，谢谢姨母。去吧，明天别忘了早起，姨母陪你去一趟检测塔，复测你的灵根等级。遵命，姨母。让我取七小迪用过的东西，真亏这个老女人想得出来。我陆正既然要，就一定要最好的。他敢夺我太
现不足实力，不把你是谁，不把你再犯，我们都会这样。好恐怖的气息！还有他为什么说这棵树是太虚古族的？这不是父亲给我的吗？玄级高等心法寻龙经筑基后方可修炼。随着宿主实力的提升，神树将会结出更高等级的果实。他们许家镇族功法也不过是一本黄级中等剑法，这都已经是孤州城排名前10的功法，而玄级高等的话，足够引起天下大乱的。透明灵根，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，没有透明颜色的灵根呀。许一宁那丫头的灵根是湛蓝色，代表她有6品灵根，但传说中最高的9品也才是白色灵根，这透明的是个什么鬼？看来得去检测店确认一下。如果被人发现你是哑巴，他们会欺负你的，知道了吗，小哑巴？悠然，你以后应该叫我夫君了吧？你说话了，你不是哑巴。虽然小迪体内的灵种已经扎根并且成熟，但他深知怀璧其罪的道理，所以在没有绝对实力前，他决定继续装哑巴。七小蝶，你来干嘛？和你一样，测试灵根。灵根这种东西天生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你说你当个凡人过一辈子有什么不好？何必追求自己得不到的东西？征儿，别跟个哑巴浪费时间了。这次你好好发挥，只要测出3品以上的灵根，姨母就能为你在许家争取更多的修炼资源。时间到了，进去吧。还是老规矩，检测资质优异者能够获得对应的功法奖励。众人进入检测塔，塔中有许多单独的密室。由于小迪和陆征都是来自许家，所以也自然的被安排在相邻的密室中测试。看到光柱开始上升，小迪悬着的心终于微微放下。他一直有些担心透明灵根是某种没有等级的废物。达到9品，史无前例的9品灵根。嘿嘿。自己到底算什么灵根呢？这检测了，又好像没有检测。几乎就在光柱冲出水晶池的瞬间，隔壁的陆征望着水晶池光柱，如同蜗牛爬墙一样，艰难定格在3品。快给我涨啊，混蛋！只有突破3品，我才能拿到许家的资源，还有我梦寐的许氏剑法。这是9品现世。9品灵根现世的动静惊动了整个孤州城，导致检测塔周围聚集了许多家族的高手前来围观。我见证了神话，有生之年竟然能见到传说中的9品灵根，这可是与我天机阁阁主一模一样的灵根啊！塔主，9品就一定是最强的吗？废话，9品当然是最强的，除非是那传说中的无极无相灵根，这种灵根比9品强千百倍不止，但那只存在于神话中，现实根本不存在。我是9品灵根，9品啊！不会吧？陆征检测出了9品灵根，他若有如此天赋，为什么吃了许家10几年资源，也不如许一宁的6品了？清风真经、七星剑诀，一本黄级高等心法和一本黄级高等的功法。奇怪，我到底什么等级啊？竟然给予了这么高的奖励！当初6品灵根的许一宁也才奖励了一本黄级下等心法，就没别的。不管了，正好神树给的玄级高等心法还无法修炼，就先用这2本突破筑基吧。小迪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里面这是什么情况？陆征检测出9品灵根了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许家一个寄养的外甥，居然比我还强！许兄，恭喜恭喜啊！许家主可喜可贺啊！许府出真龙了。夫君，当初我力排众议，把征儿接来许家栽培的时候，你是怎么说的？是我有眼无珠，多亏了夫人你这个福星，才让我们许家攀附上了征儿这个未来的绝世大能啊！多谢姨父多年栽培之恩，征儿不负期望检测出了9品灵根。使不得呀，征儿，你可是9品天骄，伯父怎当得起你这一跪？快快起来！昔日自己在许家主面前一直慎言慎行，如今他却敬自己如天神，这难道就是俯视天下的无敌感吗？七小迪怎么？你不服？可笑，一个无灵根的废物，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清高？姨父，我要娶悠然妹妹为妻，你意下如何？这我已经许诺小迪了，你这不是让我言而无信吗？姨父，你可想好了，
我现在说一声我想娶妻，相信在座的很多家族都愿与我联姻吧。那时候我可就是别人家的女婿了。许伯父，给不给得了悠然幸福，靠的是实力，不是嘴巴。我愿与陆征比试一场。征儿，你看如何？如果你赢了，我也能有个台阶下，也能顺理成章的把女儿嫁给你。看在都是在徐府长大的份上，给你一个与九品神灵根一较高下的机会。那就给你们3天时间，谁能在现有基础上再突破一个层次，就算谁赢，谁就有资格迎娶悠然。陆公子，在下秦长生，孤州城第一炼丹家族的家主。秦家主找我何事？为了恭喜陆公子，这刚炼制的10瓶炼气液送给陆公子，希望陆公子3天后抱得美人归。此物1瓶都价值无穷，不是普通家庭能够承受的。秦家一下给10瓶，着实是下了血本啊！就是啊，10瓶炼气液，一头猪喝下去也能修仙了，何况是9品灵根的陆征。另外，我秦家所有店铺今日起禁止对七小迪售卖炼气液。这是赤裸裸的打压，摆明了帮着陆征抢人家的媳妇。希望你不会后悔。我后悔放弃你这个废物而抱住陆公子的大腿吗？家主，我们有必要把七小迪得罪的这么死吗？相信我，我一生行事谨小慎微，从来没压缩过筹码。有了陆征这个大靠山，秦家就等着飞黄腾达吧。一夜之间炼气2层，我记得许一宁突破2层也用了3天吧。不过还不够，要保护自己，保护悠然，还要更强才行。想要在接下来的2天内再连续突破的话，就需要炼气液的辅助。但性情那小子又不卖给我。父亲临终前让我把他随身携带10年的匣子埋在坟前，叮嘱我种子没有发芽之前不得挖出来，里面会不会有留给我的修炼资源呢？王姨，这是本月族中发给我的修炼资源，求你不要抢走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瓶炼气液你是想送给七小迪，虽然他用了也不会有任何精进，但是既然让我撞见了，你就别想得逞。王姨，小迪已经很可怜了，你们为什么这样欺负他？谁欺负他了？炼气液是我们许家的，他有骨气就自己弄去，靠女人算什么本事？我们走。对不起，小迪，我真没用，我应该再小心一些的。傻瓜，我谢谢你都来不及，怎么会怪你？可那是我唯一能给你的了。放心吧，我自己会想办法的，快回去休息吧。然而悠然并没回自己的屋子，反而离开了徐府，向着郊外盛产灵草的云雾山而去。虽然那些灵草的效果远不如炼气液，但应该总比没有强吧。孩子，2瓶中品炼气液是留给你突破眼性境界的，但最重要的是底下那份功夫。为父只领悟到1点皮毛，勉强成为了2星魂师，希望你能超越为父，成为1名大魂师，如此你就有自保的本钱了。最后，这武匣是娘留给你的，他嘱托成为5星魂师后才可打开木匣的暗藏。加油吧，吾儿！原来父亲曾是一位2星魂师。魂师是这个世界最为尊贵的职业，他们可以施展出玄妙无比的灵魂神通，最主要是只有他们可以炼制灵丹。如果我也能学到1点皮毛，成为父亲那样的2星魂师，岂不是在这里都能呼风唤雨了？仅1瓶中品炼气液已经让我突破炼气3层，而且我对太乙魂术也略通1二，看来得找点材料练手了。珍宝阁是孤州城除了秦家之外第2的店铺，由于没有如秦家可以提升魂力的法宝，所以只能炼制10分粗陋的药品，像下品炼气液这种高端货更是毛都没有。这莫非是中品炼气液？10年了，我竟然又见到了中品炼气液。阁下想交换炼制炼气液的材料，难道您是一位炼气师？跟你有关系吗？小人多嘴，大人请见谅。您这1瓶中品炼气液按市价可以交换10份材料，为了与您长期合作，小人做主再多赠你1份。可以，那就帮我交易吧。大人请留步，明天就是孤州城炼药世家的展示会，您若有多余的炼气液，能否在大会上卖给我们，让我陈家也长长脸？尽量吧，有机会我会来的。大小姐，事情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样。你有派人跟踪他，并追查他的身份吗？要我不敢呢。魂师最忌惮的便是遭人觊觎，惹他不快。
这样对我们来说得不偿失。很好，你处理得非常好，既拉近关系，也没有半点怠慢之处。若他能在展示会上帮咱们一把，咱们就能与秦家一争高下了。只要为了家族，到时候付出任何代价，我都愿意。找，快给我找！她可是我外甥看上的女人，挖地3尺也要把许悠然找出来。悠然不见了，早上还好好的呢，这都下午快天黑了，她能去哪里？这丫头该不会跑去给我找突破用的天才地宝吧？你们不要逼我，我会放手的。许大美人，别挣扎了，不然掉下去摔成肉泥，那就可惜了一副好皮囊了。快上来吧，我们只是想抓了你，向陆征讨要我们的赌债而已，不会把你怎么样。休想，我是不会相信你们的。拉他上来，我就不信他敢撒手。小迪，对不起了，这辈子嫁不了你了。敢杀我血福宫的人，你死定了！是谁来了？刚才3人，一个是炼气3层，2个是炼气2层，难道是小迪？傻丫头，谁让你跑来这里？你是我最重要的人了，如果连你都离我而去，这世上就再也没有我牵挂的人了。我只想帮帮你。靠在小迪宽广的胸膛，悠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。身心放松的他，带着深深的疲倦，就这样睡着了。血福宫令牌，好东西啊！城主府曾发了悬赏令，杀血福宫1人，可入城主府的灵池修炼1次。据说那里是迅速提升修为的好地方。悠然看来受到了不小的惊吓，还是不要叫醒他了。正好这里也没其他人，索性材料也都齐全，开始尝试炼制炼气液。受到惊吓的悠然，在小迪的守护之下，一觉睡到了天亮。而一边的小迪则炼制了1宿的炼气液。11份材料，浪费了3份，成功了8份。看来我比父亲更有天赋了。小迪经过1晚的尝试，炼制出了7份上品灵液和1份极品灵液。炼气4层巅峰，3天跳跃4级，这下与陆征的修炼比试应该可以稳了吧？不应该呀！9品灵根外加10瓶下品炼气液，一头猪都该突破了。或许是你急于求成，影响心境了。反正小迪1枚灵根，2枚炼气液，更加不可能突破，所以你也不会输。我没突破只是暂时的。再说10瓶炼气液已经让我精进到了5层巅峰，但那小子却一辈子都别想突破。姨母，咱们走，去大堂开始比试。小迪，输了也没关系，不要自责，知道吗？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嫁给陆征的，大不了就再死一次。我说过会保护你，现在以后皆如此。许悠然，你死哪去了？想吓死我们啊？是不是？父亲是担心我的安危，还是担心你满足不了陆征的愿望，让家族失去一座靠山？你七小迪，我还以为你不敢来呢。什么时候开始？一场注定结果的比试，什么时候开始不都一样？七小迪，比试的赌约你还记得吧？你如果输掉比试，那么许悠然就得……没突破，不应该呀！10瓶炼气液，哪怕是我这样的6品灵根，也都应该突破了才对。修行步步艰难，1年修炼到炼气5层中阶，又用3天精进至圆满，已经很不错了。七小迪，看到没有？虽然我没有突破，但至少精进了，这下你服了吧？9品灵根再加上秦长生的灵液鼎力支持，你他们就给我看这个！我家征儿是天上真龙，你一介地上的爬虫，有何资格讽刺他？炼气1层是炼气1层，你居然有灵根？炼气1层而已，你狂什么？征儿是突破5层，困难程度比你难上5、6倍。怎么回事？我都做不到3天突破炼气2层。炼气2层也不难，只能说勉强追上陆征的困难程度。
3天突破炼气3层，就是9品灵根都不可能的。七小迪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真龙又如何？9品灵根又怎么？悠然是我七小迪之妻，谁也抢不走。你得意什么？不怕告诉你，过2天天机阁的人就来接我进入天机阁了，而你呢，只是一只炼气3层的臭虫罢了。哼，天机阁之人来时，肯定会核实陆征的灵根吧？那时他真的还会再检测出9品灵根吗？好好好，你了不起，你清高是吧？不知道从哪里偷来的机缘，隐瞒到了如今。既然你这么有能耐，10天后给我准备好丰厚的聘礼，如果拿不出来，别怪我把许悠然嫁给别人。小迪，恐怕我那些散碎银子是远远不够了。王姨诚心为难你的话，拿多少他都会挑刺的。如果是以前，小迪也许会发愁，但现在他是一位可以炼制高昂丹药的魂师，而且昨日答应珍宝阁的掌柜之事，今天正好可以去办了。放心，悠然，有我在，没意外，我这就准备要去修炼了。你不要再随意外出了，知道了吗？去吧，我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。老姐，你错过了真命天子，炼气3层在9品灵根面前其实不值一提。未来的陆征，小迪连仰望的资格都没有。陆征再强，与我何干？七小迪才是值得真心托付的人。宁儿妹妹，谢谢你，未来希望你不要哭鼻子。那位前辈真的会来吗？不好说啊，魂师大多性格孤僻，独来独往，他来不来可真全凭他的心情啊。陈思玲心里也很着急，如果那位神秘魂师不来，这次展示会就成了秦家的独角戏。未来1年，陈家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的。秦家那件提高魂力的宝物，似乎激发出了更强大的能力。秦长生已经成功炼制出了1瓶中品炼气液，虽然成功率只有1%，但也足够震撼了。大家都知道七小迪吧？不知死活的与陆征陆公子比试，被我封杀了下品炼气液的购买资格，想必现在已经输掉了比赛，输掉了自己的老婆。所以炼气液作为孤州城秦家独有之物，能买的朋友就赶紧买，等到没有购买资格的时候，想哭都来不及。秦长生，希望你最后下注。大小姐，是他，就是他。思玲参见前辈。前辈，这位是我陈家的大小姐，代父主持家族事务。你们能吃下多少炼气液？我陈家准备了10万两银子，按照市价可以吃下足足10瓶中品炼气液。前辈这个价格真的已经是非常公道了。其实我们陈家也是为了赔本赚吆喝的。你理解错了，我不卖中品。前辈，下品炼气液根本不足以与秦家争锋的，那是他们的爆款产品。我只卖这个。上品炼气液，2品魂师巅峰才能炼制出来，整个青云宗也只有1位魂师可以炼制。不想收购吗？前辈中品炼气液都要1万两银子呢，您准备多少出售啊？1万两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让秦家垮掉，能办到吗？秦家是吃错药了吧？竟然招惹了1位2品魂师。如果前辈可以长期以此低价供应上品灵液，整垮秦家又有何难？好，给我提供炼制的材料，现在就为你们大量炼制上品炼气液。诸位，告诉大家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我们成功研制出了中品炼气液，售价只需13000两银子。全场顿时轰然雷动，中品炼气液本就是有价无市的东西，能买到已经是好运，贵一点也完全可以接受。诸位，我陈家也要宣布一个喜讯。这陈家丫头故弄玄虚，连下品炼气液都没有，还宣布个毛的喜讯！我们陈家今天开始将限量提供上品炼气液。真是上品炼气液啊！1瓶堪比5瓶下品功效啊！这可是青云宗弟子才能享受到的宝物，我们孤州城竟然也有卖了。大家别激动，上品炼气液至少价值5万两银子，你们确定自己买得起吗？这句话顿时让许多头脑发热的武者脚步一顿，面露尴尬之色。是啊，这个价格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起。为了答谢新老客户对陈家的支持，我们宣布1个月内上品炼气液的价格是12000两银子。我买，我也要，傻子才不买。秦家主，刚才在你们这买的下品炼气液，我们都不要了，麻烦你退钱！退钱！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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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退钱！这怎么会这样？
陈家后台一个临时租下的房间内，小迪喝了口茶，颇为玩味的看着陈思玲。显然，二人的合作是比较成功的。前辈今天交易了50份上品灵液，这是您的50万两银票。明日我会再炼制一批上品灵液，你们提前准备好。前辈可否炼制一些下品灵液呢？想要彻底击垮秦家，就必须要在下品灵液上取代其垄断的地位才行。下品炼气液不是不能炼制，只是需求量太大，太费时间。为了这个影响修炼的话，显然不值得。陈思玲脸色略微有些不自然，因为小迪盯着的方向正是他的大腿。前辈，你意下如何？抱歉，我在思考要不要培养几个学徒，不过此事急不得，等有空再详谈吧。培养魂师学徒，要是陈家有了魂师学徒，便再也不用发愁了。只是前辈刚勾起我的兴趣，又马上将此事搁置。难道前辈是在暗示奴家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？果然，天下男人都一样。李掌柜把破瓮水晶取出来，等前辈明日来府上，我要看一看他的真容。破瓮水晶是陈家的传家之宝，能够看破伪装。遵命，小姐。不过魂师职业大多都是高龄且苍老无比。听说悠然订婚了，这些天一直忙着展会，都没能去道贺。掌柜，你明日去一趟徐府，请悠然妹妹来我府中做客。还有让她把未婚夫也一起带过来，我倒要瞧瞧是哪家公子摘得了她这颗孤州城的明珠。小姐恐怕要失望了，她的未婚夫是七小迪。那个一直寄居在许家的哑巴七小迪，他不是没有灵根的吗？你确定是他？千真万确，孤州城早就传遍了。不行，我一定劝他放弃这桩婚事，也要劝一劝七小迪，他有手有脚的，为什么要吃软饭？不错，这正是血符宫令牌，你有资格进入阴云灵池修炼一次。跟我来了。在侍卫的带领下，小迪来到城主府的一角，此地有2间并排设立的密室。当他们来到时，密室前已有一个紫衣女子。炼气4层圆满的修为吗？小弟弟，你来晚了。来晚了？什么意思？阴云灵池已开放3年有余，其内灵气已经所剩不多，炼气4层以上想突破几乎不可能，除非你的灵根异常优秀。哦，来都来了，进去试一试吧，反正也只能修炼1个时辰而已。怎么回事？我修行的是我青云宗最高心法，灵根也是7品，同时修炼，灵气应该是留下我才对。难道对方的灵根远在我之上？想到这里，柳仙儿索性放下修炼，反正此地的灵师修炼对他来说只是上等一关，并不太大修行效果。汲取灵气速度这么快，莫非他就是孤州城新界检测出9品灵根那位？这次他是背着宗主父亲偷偷跑出来的，一向孤傲的他就是要亲眼见一见这位9品灵根到底有何优秀之处。突破了，死灵池灵气已然很稀薄，明明只够低阶武者突破用的才对。不愧是9品灵根，但以我的7品灵根和功法，也可以勉强做到这等突破速度。这样看来，他比我也强不了多少。一盏茶的时间，炼气5层直接突破到炼气6层，这就是9品和7品的差距吗？但他也到此为止，6层到7层是一道天堑。当初我花费整整用了半个月才通过。半个月，那是享受着整个青云宗最顶级的资源得来的，普通人甚至半辈子都难跨越炼气7层。炼气7层，不可能啊！我和他只是差了2品而已，差距怎么会如此之大？都是同龄人，为何他如此优秀？柳仙儿做梦都没想到，自己引以为傲的7品灵根在9品面前，竟然差了10万8千里。如今的他对这位9品天骄再也没有了半点不服气，有的只是巨大的沮丧。这位小姐姐，不好意思，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了？打扰？这哪里是打扰，分明是打击。我叫柳虾，等你追上我的境界，我会与你一决高下的。拿着，遇到生命危险取出来即可。还有，你可别轻易死掉了。我怎么塌了？好端端的要跟我一决高下，还甩给我一枚令品。这个家伙还真是有趣呢。青云宗弟子柳仙儿，见过天机阁陈副阁主。柳丫头，你父亲还到处找你呢，原来你是跑这里来了。陈正道笑着说道，他与青云宗宗主曾是师兄弟，关系自然也是极好的。
看你过来的方向，是见过那位九品灵根了，如何啊？唉，他太欺负人家了。如何欺负你了？说来我听听。什么？1个时辰，普通的灵气池，炼气4层圆满跳到炼气7层。我是8品巅峰的灵根，但我的修行速度也不及你说的一半啊！哼，8品灵根不也照样被打击？陈副阁主亲自去检验，不就知道了？反正我把青云令给他了，很好认的。9品能比我这个8品厉害那么多吗？我倒是不信。我是天机阁副阁主陈正道，你们谁是9品灵根？晚辈陆征见过陈副阁主。不错不错，一表人才，都起来吧。我就说，我秦长生一辈子就没有选择错过，抱上陆征的大腿。这下白天那个陈家丫头还拿什么跟我斗？小陆啊，你9品灵根的威力，我在路上可就听说了，就连青云宗那个冷冰冰的丫头都被你气扑了。青云宗的丫头谁呀？老夫也想开开眼，可否现场演示一下你运转灵根是怎样的奇景？天机阁的人要他展示自己，这早在他预料之中，只不过他早就有了一个更好的想法。陈副阁主能否换成切磋的方式呢？好啊，切磋的方式更能展示你灵根的强大。你想与谁切磋？七小迪，上次的不算，现在有陈副阁主作证，敢不敢再与我比一把？怎么比？画个路子出来，小爷接着便是。自然是武力比着。一画呗。这么多天，这陆征是一点成绩都没有。9品灵根，不过如此。征儿，你是不是太大意了？陆公子，你千万别因为跟七小迪有交情就大意麻痹，陈副阁主可看着呢。众人你一言我一语，都将陆征的落败当做了意外之师。陈正道却微微皱眉，显然他也看出了不对劲。小子，你真是9品灵根，若是欺骗于我，可知是何罪？陈副阁主，晚辈对天发誓绝未欺骗大人，刚才是有些轻敌了，我愿意再战一次，证明我的实力。你呢？意下如何？随便，他赢不了我。姓戚的偷袭算什么本事？你给我跪下！陆征太想赢小迪来证明自己，所以出手间反而处处是破绽。小子，给我用这个重新检测一次。我不过是大意才输了2次，你们想要看9品灵根，那我就证明给你们看。一双双质疑的目光狠狠刺激着陆征的自尊心，让他倍感失落。许正言，我本想带着许家一起腾飞的，可惜你们怀疑我，那么你们许家就不配随我一同学习。陆公子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啊！只有你是最支持我，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后悔。这样，我那天明明检测出了9品灵根。征儿，你的9品灵根居然是假的吗？还好陈副阁主没有追究我们许家谎报灵根之罪，真是吓死我了。陆征，你这个该死的废物！秦家主，您别生气，你之前给我的灵药我会想办法还给你的。还？你拿什么还？前后我在你身上投资了30万的资源。3天内把欠我的钱凑齐送我府上，不然我就拆了你们许家。你这个祸害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许家没有你这种白眼狼。当家的，你就算赶走征儿，秦家主的债我们也得想办法还呀。七小迪都怪你，你比试的时候就不知道让着征儿一些吗？会些拳脚功夫了不起了吗？你敢打我？打你又怎样？你现在应该还指望我的聘礼来堵你外甥的窟窿，你敢动我？不错，3天内你把聘礼给我交出来，不然你就别想。为了你的好外甥，你最好闭上你的臭嘴，别惹我。好，你这2巴掌我记下了，我都要看看你从哪找来30万。小迪，你刚才是打爽了，但那可是30万啊！你上哪去弄啊？抢钱庄吗？钱庄的钱也未必有我多呢。小迪，我的闺蜜陈思玲邀请我去她府中做客，还让我把你也带上。
谁？陈思玲，珍宝阁陈家那位大小姐。是的，正好这次聘礼的事情，我想请他帮帮忙。待会见了他，你一定要好好表现，知道吗？或许他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。好好表现，是要我再多炼制一些上品炼气液给那丫头。悠然，要不你先去，我去买点点心再过去找你。还是你想的周到，速去速回。陈思玲很忙的，咱们不能耽误人家时间。前辈可算把您盼来了，咱们昨天的名声可算是打响了呢。现在咱们已经好多预定上品炼气液的客户了。很好，今天的40瓶上品炼气液都在这里了。前辈，这是40万银票，还有明天的50份材料。好，那我就明天再来。前辈且慢喝口茶再走吧，晚辈精心为前辈熬了一碗灵茶。哦。陈思玲深呼一口气，十分紧张的运转破望水晶望向七小迪，他心里暗暗期待。这哪是什么好色的老头子，分明是一位绝世天骄啊！而且年龄感觉都跟自己相仿。你怎么了？没有，没什么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小姐，看清了吗？那您的意思是，如果一定要为家族牺牲的话，可以考虑。小姐，许悠然许小姐来了。你这小女子是越来越漂亮了，快过来让本公子瞧瞧。呸呸呸，害不害臊呀你？你心情很不错嘛，肯定是遇到了好事，说来让我听听。你真的下定决心了吗？就算对方很年轻，可他如此暗示你，可见是个心术不正的好色之徒。得了你的身子，也未必会对你负责。身为家族的儿女，哪有自由可言呢？即便我不主动牺牲，早晚也要被家族嫁给一个不喜欢的人。现在我委身给一个2品魂师，还是高攀了呢。只希望他能兑现承诺，给我们陈家培养几个魂师学徒，那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对了，你的未婚夫呢？不是让你带他一起来吗？别提他了，说是要带一点礼物，就去买东西了。可是好久了都没回来，所以我就先来了。守时都做不到，什么人呢？这是。小姐，一个叫七小迪的求见，自称是许小姐未婚夫，让他在外面等着。思玲，他也是为了准备一点心意才错过了时间，你就别怪他了。让他进来，但30万聘礼的事，我说什么都不会帮他，我绝不会允许他毁了你一生。小姐，七公子来了。你就是七小迪，悠然的未婚夫吧？我是悠然的好朋友，现在想问你几个问题，请你如实回答。这咄咄逼人的气势，怎么这丫头两副面孔，面对魂师的自己还很乖巧，这刚换了个身份就凶巴巴的。正是在下，姑娘请说。你迎娶悠然是真心喜欢她，还是想巴结许家，然后靠她吃软饭？许悠然露出哀求的目光，请求陈思玲不要这样让小迪难堪。现在的小迪可是身无分文，全靠许家养。5张银票全是1万面额的，加起来足足5万两，而且制式规格还是跟我们合作的一家银庄。小迪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陈姑娘，可以问第2个问题了。就算你有点积蓄，但你保护得了悠然吗？外面的世界弱肉强食，残酷无情，你确定能保护她？你若是真喜欢许悠然，就放手吧，你保护不了她。炼气7层，这等境界，这样的年龄，放在孤州城也算得上是一流高手了。不是说他没有灵根吗？或许他早就在默默修炼了，只是我们都不知道。陈姑娘，还有要问的吗？陈小姐，你还有要问的吗？臭小子，你给我过来！我倒要看看你当着我的面还能不能威风。思玲，算了，说好的聊几句话，怎么动起手来了呢？别拦我，我今天非教训教训他不可。我看到了谁？魂师前辈，这个哑巴七小迪怎么跟2品魂师认领？自己好闺蜜的未婚夫，竟然就是我准备现身的魂师姐。小迪，你看把思玲气成什么样了？快给她道个歉吧。不，是我冲动，是我冒犯了钱。七公子，七公子快请坐。七公子请喝茶。刚才还凶巴巴的，怎么一见了自己就变了人？
难道是给我许悠然的面子，不想跟小迪计较了？七公子，我听悠然说，许家主母在聘礼上刁难你们。我作为悠然的好哥们儿，自然不能坐视不管。我马上命人取来30万送给悠然，不用还了。啊，大姐，小迪都还没开口管你要，你的矜持呢？回去的路上，悠然闷闷不乐。三人相处中，陈思玲竟然撇下他一个劲的对小迪献殷勤，这么多年都没对他这么热情过。你怎么了？陈思玲好像喜欢上你了，我从没见她对一个男人这么上心过。你可别胡说。小迪，你要是觉得陈思玲不错，就选择她吧，我不会怪你的，毕竟她各方面都比我优秀。傻瓜，陈思玲对我是什么心意先且不提，但我对你的心意还用说吗？这么多上品灵液，还有一本黄级高等心法。什么都不要问，这些你都尽快用掉，提升自己的实力就好。小迪又按部就班的找思玲来交割炼气液，加上昨天给的30万，他现在身家已经超200万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觉得不太踏实，毕竟那个老妖婆不是个省油的灯。居然是忘川豆，这种宝贝你也要扔掉？前辈好学时连忘川豆都认识，可惜它是3品名药还原丹的主材，无人能炼制，所以我打算便宜卖掉算了。真是暴殄天物啊！既然要卖的话，不如给我炼制成还原丹，到时候给你1颗作为报酬，如何？前辈，还原丹是3品灵丹，只有3品魂师才能炼制，那可是青云宗宗主见到都要跪拜的大人物啊！有问题吗？您是3品魂师？练一下不就知道了。给我提供一间密室。思玲，快过来见见朱公子。朱夫人、朱公子，在下不便过来，请见谅。思玲休得无礼，什么事能比拜见青云宗的朱公子重要？哇！虽比许悠然的角色差一点，但也是让人难以抗拒的大美女啊！朱见深，青云宗助机器修士，本就是孤州城朱家长子，这次下山也是特地来物色双修道侣，这才来跟其母亲挑选灵药当做聘礼。陈姑娘，您这是在……不瞒朱公子，一位魂师前辈正在炼丹，我生怕你们打扰到前辈。敢在我朱见深面前装神弄鬼，定让他原形毕露。陈姑娘，想必咱们珍宝阁最近出售的假药，就是出自这个歹人之手了。你在说什么？不许你污蔑前辈，污蔑我珍宝阁的名誉。你拿出一瓶上品炼气液和我宗门正宗的对比一下，就知道是真是假。如何对比？这是象灵花的种子，只需要浇灌1瓶炼气液，长出1寸便是下品炼气液，2寸是中品，3寸则是正宗的上品。陈姑娘，该你了。2品魂师，我偌大的青云宗只有1位，此处之人定是冒牌货。等我拆穿后，也算拯救珍宝阁一次。到时候这个陈美恨不得3息过去了，种子怎么还毫无动静？陈姑娘，还好我出现的及时，你们还不算被拖累的太深，还有回旋的余地。多亏朱公子，您对我陈家有天恩啊！伯母您太客气了，我与思玲一见如故。动了，这颗种子动了。3寸是3寸，是真的上品炼气液，他没有骗我们。青云宗境内怎么会有第2位2品魂师？3寸半，我们家这位前辈竟然比青云宗的魂师还要好。不可能，估计就是对这上品炼气液略有见解罢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有些像保养容颜的丹丸，但药香却比他们高级得多。陈姑娘，这位前辈在炼制什么药？他说他要炼制还原丹。传说中能够让人白发复黑、肌肤回春的还原丹。3品美容灵药，我要买，多少钱都要买。呀，你别这样，咱们不是来买上品炼气液作为迎娶悠然的聘礼吗？前辈，您炼制的如何了？这是你的。这真的是3瓶丹药，如此随意就丢给我了。小迪这次共炼制出了3枚还原丹，2枚下品，1枚上品。还原丹，
你爷爷曾经绘制的还原丹图案，我看过无数次，跟这一模一样。宝贝女儿，把它给娘，可以吗？陈思玲父亲身体不好，这位母亲当初为了和他争夺珍宝阁的掌控权，曾经闹得挺不愉快。没想到现在为了一颗丹药，竟主动示好。思玲侄女，我啊，前辈，你还有多余的丹药吗？这位是朱夫人，她儿子是青云宗弟子。青云宗弟子朱见深参见前辈。有什么事？前辈，晚辈倾慕于魂师一道，愿意奉出朱家所有家产，请前辈收我为徒吧。小子，你还不够格啊！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也敢妄图攀附前辈？就算你们宗主来了，也得跪拜。咱们小小朱家不是妄想吗？跟个小丑一样，惹了魂师前辈不喜，让自己的还原丹也可能泡汤。前辈，我儿子没见过世面，请您原谅。还原丹的事，能否请前辈您通融通融？小迪显然还是低估了还原丹的威力，这种丹药在女人，尤其是中年贵妇眼里，比什么都重要。我确实还有一颗，这样吧，举办一场竞拍，到时候价高者得，就交给你陈家去办吧。前辈放心，一定办一场轰轰烈烈的拍卖会。若是竞拍，我未必能得到此档啊！那些老女人们为了还原丹，怕是连丈夫儿子都愿意给前辈。走，立刻回府，准备钱财。小迪，你听说了吗？陈家准备竞拍一颗还原丹，城里的贵妇圈都炸锅了，据说城主夫人都放话了，一定要拿下呢。难道你也想要还原丹？我哪敢想，那么多名门贵妇都争抢，我又算什么呀？我是想起爹爹这些年为了支撑许家，人都苍老了许多。他对你不好，你还惦记他，这就是你不愿陪我离开的原因吗？他是我亲爹，对我不好的是王姨，父亲只是忌惮王姨家的势力，才不得不处处由着他。好吧，还原丹会有的。你就别说风凉话了，这可不是我能染指的。爹，你这是？这10万两是爹这些年存下的私房钱，本想在你婚后悄悄塞给你，可没想到你后娘提出那么苛刻的聘礼要求。这些钱你拿着，明日去一趟拍卖会，把那颗还原丹竞拍下来。你后娘现在都跟我闹疯了，非要那颗还原丹不可。悠然怔然不语，他从未想过父亲会关心自己，还以为他眼里只有妹妹许依宁。我想着，如果你们拿这个做聘礼，他再是不同意你们的婚事，为了还原丹，他也得认。明天陪悠然一起去，争取拿下。我希望最终娶悠然的是你。看来这个未来岳父并非一无是处，只是为了家族利益，不得不更多关心资质较高的小女。只是真的有必要去竞拍自己的东西吗？掌柜的，我命令你把他赶走，他没资格参加此次拍卖会。悠然跟我一起吧，我们的位置可是前排哦。不要，你们谁都休想欺负我们小迪。许小姐是我家大小姐的好友，她的未婚夫怎好驱赶？她不走，那就是要我走喽。朱公子，请稍等，我这就去请示大小姐。你马上就会知道，在我朱家的威势面前，你有多么的卑微不堪。大小姐发话了，你听到了没？让你滚呐！让你滚呐！大小姐是让朱公子你滚。让我滚？你没听错吧？大小姐还说了，请朱家将前排让出来给七公子和许小姐。让你认识陈家小姐，敢欺负我们朱家！听说明日便是你向悠然下聘礼之日，我会带着我儿子也过去，看你用什么聘礼赢过我们朱家。真替你朱家捏了一把汗呢，他可就是你们母子二人敬若神明的绝世大佬啊！拍卖开始后，司灵并没有直接抛出压轴还原丹，而是准备了一些延年益寿的灵草、灵丹、灵液等等。贵妇们也十分愿意买单。当前菜拍品拍卖完，陈司灵已经净赚了50万两，这可相当于陈家过去1年的收入。这瓶还原丹我不多做介绍，请我娘为大家说明吧。
她是陈夫人，不可能吧？我们前日还见过，她哪是这副模样？她怎么可能是刘琴？搞错了吧？天哪，我可亲眼见她吃下去的，当时只是年轻10岁，现在简直像是年轻了20多岁啊！20万，我买了。王应凤大吃一惊，她只准备了30万，觉得万一运气好，说不定能买下。40万两50万，60万，70万，80万，太疯狂了！一颗还原丹就有如此大的魔力，100万两！娘，你疯了！这个价位咱们朱家承受不起。你给老娘闭嘴！还有谁？110万七公子出价，110万两。七公子出价110万购买还原丹。七小子，你有钱吗？就在拍卖会上乱叫。贵宾有没有那么多钱？我们珍宝阁事后会与之核对。请朱公子不要扰乱竞拍。110万一次。120万，这么庞大的数额，对于朱家来说，也得变卖一些产业才能凑齐。130万，七公子出价130万。140万，你再抢，那就让给你了。朱老夫人果然有魄力，那在下就不掺和啊。100万已经是极限，多出的40万可有些要了老命了。各位贵宾，那么接下来就是本次拍卖会的最后一件拍品了。雷击木而已，不算罕见，这也能算是藏品。诸位，这是家族亲眼见到一棵参天大树通了灵，一道五彩天雷降下，把它燃烧的只剩下这一截。家族认定它肯定与寻常雷击木不同。若是哪位贵宾觉得与它有缘，可以买回去研究一二。唉，看来这雷击木又要流派了。我未婚夫妻小迪愿出10万购买。悠然一脸不情愿地替小迪发声，他实在不清楚小迪要干什么。居然真有冤大头想买这东西，还是太年轻了。陈思玲是个商人，随口编造一个无从考证的故事，就信了他的话。七公子，你莫非看出了这雷击木的非凡？他能看出个毛线？不过是没坑到人，自己当个冤大头罢了。小迪，那可是10万两啊，咱就买一截破木头回去啊！小迪不动声色地用强大的灵魂力量探入雷击木深处，将肉眼无法看见的一丝丝碧绿色的液滴滴了出来。草木之精是草木之精。炼气期突破瓶颈的神物，修饰到炼气6层后，炼气液作用就变得薄弱，而此物可以无视瓶颈，直接突破一个层次，即便是筑基期也有很大助力。娘的，外面100万两都难求一瓶的神物，他居然只花了10万两就得到了，早知道刚才就该给他开价。这位公子，我郑家愿意出40万，只求1/3的草木之精。七小子，这一瓶给我，我们之间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了。我还是喜欢我们之间有点恩怨啊！好，你我等着，咱们明天下替李见真章。这小子得了这么好的宝物，为了让他报答我这个丈母娘，怎么也得为你分一些。要他的东西干什么呀？我自己的修为，我自己想办法。王姨说的对，这10年许家对我有帮助之恩，那就拿出1/4给许家吧。如此珍贵的宝物，前辈完全没必要理会这个老妖婆的呀。你再有本事，还不是任我拿捏？让你瓜分，你就得跟乖儿子一样，马上给我分。小迪，你干什么呀？听你姨娘的话呀，我要报答你们许家。赶紧坐下修炼，看效果是否如传言中所说。3层突破到5层圆满，我感觉再有几日便可突破至6层了呢。许一宁心情复杂，这一切本都可以是自己的。他看向小迪，微咬着红唇，转身离去了。你如此羞辱我女儿，明日我要你好看。这里是1/4，送给你。这么珍贵，我不能要的七公子。此为雷纹灵木，最珍贵的可不是草木之精，而是它材质本身。行了，别客气了，反正你也没把小迪当外人。一语双关的话让陈思玲吓了一跳。悠然，你听我说，事情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。丫头，会不会你真误会人家了？不会，我非常肯定，他就是喜欢你。
不愧是草木之精，仅仅1/4的量就成功突破炼气8层了。参加拍卖会，上品炼气液还没有交给司灵，而且明日是下聘礼的日子，就未必有时间了。那就索性炼制1周的交给他吧。300多匹，这么多。最近几天都有事，我就不每天都来了。钱的事，等你卖完这批再给我不迟。多亏小迪信任自己，不然300多万我还真拿不出来呢。哎。你就是陈家千金？你们是谁？怎能擅闯我陈家重地？司灵隐隐感觉到两人的修为十分恐怖，尤其是那个男子，让他都有种窒息感。我是天机阁副阁主陈正道，这位是青云宗宗主之女。晚辈陈司灵参见2位前辈。听说你今日主持了一场拍卖，鸭肉拍品是还原的，此事是否属实？回禀前辈，确实如此。炼丹之人，你可见过？他最近一直与我陈家合作，不过他的容貌、年龄乃至姓名，晚辈就不得而知了。比市面上的上品炼气液品质好得多，此人的确是3星魂师。姑娘，这位魂师何时还会再来？下次何时来，晚辈不敢确认。多谢告知，那就不打扰了。陈叔，如此人物，就算不收为己用，也该调查清楚身份才对，怎么能这样一走了之？你难道没有发现，这个陈家的小丫头回答我们问题的时候，流畅的有点过头了？那妮子早就准备好了答案，此前是故意应付我们。哼，守住，带走。小迪，我们真的能在一起吗？傻瓜，我说过会娶你，那就一定会娶你，谁都阻拦不了。唉，要不咱们把草木之精分一份，送给后娘，让她消消气吧，不然我很担心她会极其刁难你。哼，狼是喂不饱的，给了她你所有的肉，她就会想吃你身上的。可要是不这样做，后娘待会儿发起疯来，爹也挡不住啊。放心吧，我准备的聘礼，王应凤包满意的。就算我当面再扇她几个耳光，她也会咬着牙说很满意的。朱家的人看来是到门口了，我们先去中堂吧。七小迪，不要有心理压力，我得不到的女人，你最后不也是得不到吗？闭嘴，你自己不争气，别以为小迪也是这样，他比你强100倍。他哪里比我强？他能给得了你什么，让你这么维护他？一个面性2层的丫头片子也敢对我出手了吗？现在知道小迪给了我什么？他不是炼气2层吗？怎么可以轻松打败炼气5层的陆征了？这些都是七小迪给他的吗？原来暗地里给了大小姐这么多好处。我做的不错吧？没必要跟一头败家之犬计较。哼，苍蝇吵的时候就该拿起苍蝇拍，拍他几下就安静了。七小迪，你给我等着！你打算将我如何？我的9品灵根的陆大天骄。七小迪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主母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也配？你疯了！这个关头你刺激他干什么？小迪，休得胡言！你和许悠然的婚姻可是被王应凤握着的，惹得他怒极。你们这婚事准备吹？你记住我的话，我今日要是让你们2个成了，我的名字倒着写。放心，你会同意我俩的。亲家母怎么发这么大脾气呀？这就是那还原丹的效果吗？可惜可恨，只有那么一颗，还被这个婆娘买走了。些许小事，小事而已。生儿，还不快过来拜见你的未来岳母，把聘礼单告诉岳母。金银细软，价值100万两；中品炼气液20瓶，价值20万；黄级下等功法1本，价值30万；下品法器1件，价值50万，合计价值200万的聘礼。真是我的好女婿，我家悠然遇上你，真是他天大的福气啊！七小弟，现在能不能把你昨天那股嚣张劲用在今天的聘礼上，让我看看你的实力配得上你的嚣张？你显摆完了，就这样了吗？那瓶草木之精你没用掉，还勉强有资格跟我一争，但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拿什么跟我斗？拿什么跟我斗？200万的聘礼你都看不上，我的七大少爷，你能给多少啊？行了，既然朱公子下了聘礼，婚事就这么定了，小迪的聘礼就不用拿出来了。少给我袒护他，他刚才是怎么上蹿下跳的？你忘了？今天我就要看看他到底有几斤几两。
数数吧，11000张的面额，我也忘了是多少。270万，足足270万两的银票。朱公子，你们朱家还可以继续往上加，我等你们。朱家哪里还有钱财继续往上加？昨日的还原单花140万，为此已经卖了不少产业，这200万还都是东拼西凑出来的。眼睛瞪得大就有用吗？要是没钱了，那就带着这些聘礼有多远滚多远。七小弟，你欺人太甚！轩儿，我们走。慢着，姓戚的，你在那得意什么？谁告诉你赢了？这桩婚事我做主，我还就告诉你，我就喜欢朱家的聘礼了。你现在就给我离开许家。夫人，你别糊涂，小迪的可是270万啊！我不管，他不是在我面前装杯吗？我现在就要破坏规则，我就要他们不能结合。别着急，老妖婆，我的聘礼还有一件没拿出来。都到这一步了，我还会自己打自己的脸不成？今天就算你拿出了仙丹，你也必须给我滚！仙丹我没有，不过还原丹我倒是有1颗。昨天那些贵妇都没准备，才让我娘钻了空子。这第2颗如果拍卖的话，价值将远超140万。此时此刻，没有人追究还原丹从何而来，注意力全都在还原丹和王应凤身上，大家都想看看他是不是会塌裂。既然你不想要，那我拿去拍卖好了。慢着，算你狠，你的聘礼我满意了，现在可以给我了吧？不急，万一你拿到之后说是假的怎么办？所以还是让许伯父检查确认后方可给你。好，我就来查验一下。还原丹，还原丹被我吃了。我的还原丹，吐出来老东西，你快给我吐出来呀！我变年轻了。这是我的，是该属于我的还原丹了。夫人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我不是故意吃的。是你故意给许正言的，对不对？没错，相比于养尊处优的你，许伯父更需要这颗还原丹。把他给我打死！许一宁，你死哪去了？娘被人欺负了，你看不见吗？娘亲，我扶您回去休息吧。连你也背叛我，不帮我，我不活了！宗门传讯，诸位都散了吧，事情结束了。许家，你们摊上灭族的大祸了。朱公子，请慎言，我许家一向循规蹈矩，何来灭族大祸？我接到宗门传讯，陆征勾结血夫宫，出卖孤州城的巡防图，闯下滔天大祸。没有，这是谣言，都是谣言。我宗的围剿了一处血夫宫分坛，一名俘虏把你交代出来了，还拿出了你给他们的巡防图。姨母，我也是被逼的，我欠了他们的赌债，他们说要把我宰了，我才帮他们偷图的。你这个畜生，居然为我许家惹来如此灾祸！这件事宗门交给我处理了，在我看来，此事可大也可小，关键看你们接下来对我的表现了。朱公子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你们许家的死活。朱介师，灭我许家是不是也要把我这个青云宗内定真传弟子也算上？你对我许家一下试试。夫君，干脆就把悠然嫁给朱公子算了，两全其美不好吗？你还想用我女儿的幸福换她的烂命？你再多说一句话，我就跟她一起滚！勾结血夫宫的人，我替许家教训。接下来你想如何处理随你便，跟许家一概没有关系。哼，你们高升的太早了。宗门还传讯我征调孤州城各家族的高手，剿灭附近的血夫宫余孽。你们许家既然这么硬气，那血夫宫分坛坛主筑基期修为就交给你们许家好了。你这是以公报私，不服可以去青云宗告我，但是10天内完不成任务，你许家就等着全家进大牢吧。那分坛坛主据说是筑基2层的高手，比我还高出1层。交给我，分坛坛主交给我，10天之内送你1颗人头。好，这可是你们自找的，那咱们就10天后见吧。小弟，你的勇气令我佩服。不过分坛坛主当然是我去斩杀，你就在家好好陪着悠然吧。
按照父亲给的太乙魂术炼制出的剑形法器，这节雷纹灵木中居然蕴含了一丝雷霆之力。昨天才突破了炼气8层，想要在10天内突破到超越筑基2层的修为，显然有点不切实际了。现在唯一可以提高实力的办法，就是测试塔奖励的这本7星剑诀。一如领悟心法，他修炼起剑诀来竟也毫无瓶颈，短短几日已经修炼至圆满，而且修为也自行提升到了8层巅峰，只差一丝便可再做突破。小迪，好消息，孤州城的升龙道开启了。升龙道那是什么？别问了，我们赶紧过去，我路上跟你说。升龙道，青云宗在每座城市都设立的试炼场所，10年开启一次，18岁以下修士可入内。更重要的是，可以在其中与各种投影战斗，提升实力。每一道石梯上都会有一道投影，那都是曾经青云宗的天才弟子们留下的，只有击败了才能往上走一格，表现优异的还会有奖励呢。李子浩，炼气5层，请指教。陈远庆，炼气6层，请指教。小迪几乎是一拳一个，如同在走路一般，直到他击败了几个炼气8层，脚步才缓慢下来。许一鸣，他不是炼气9层吗？打个炼气8层圆满有这么难吗？这不是城主府遇上的紫衣姑娘吗？叫柳仙儿来着。柳虾，炼气8层圆满，请指教。柳虾，炼气8层圆满，请指教。不过3个回合，小迪就将他的长剑击飞而胜出了。陈正道，炼气9层，请指教。天上这俩人还真沉得住气，害我都没能参加小迪的定命仪式。陈叔，监视那丫头4天了，她就没出过门，她真如你所说是在掩护那位3星魂师吗？难道是我多疑了？否则就是这丫头预判了我们的预判。有人破了我在升龙道里的投影，这有何大惊小怪的？那不过是你18岁时的投影。可是此人仅用3招就击败我了。是不是你感应错了？便是城中那位9品灵根，你说他也才炼气7层，3招败你很不现实。可能真如你所说吧。怎么了，陈叔？我的投影也败了10招，对方仅用了10招。不会吧？你那个年代可是号称青云第一天骄，无敌于时代呢。你留下继续监视，我去看看是何方神圣。我也去。在网上就是筑基境，刚才那个9层巅峰的云天舟可比陈正道厉害多。小迪回头看了一下，悠然正在努力挑战第6层台阶，而许英宁还被困在8层无法胜出。我筑基在即，没太大的利益，也没必要继续往上拼了，还是去找陈丫头要些筑基丹的材料吧。前辈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跟我进来。有人在找我。是呢，2人的修为我都看不透，这几天一直在监视我陈家，我怕打草惊蛇，才一直没敢出门。不管对方是善是恶，在没有足够实力前，我都不能暴露身份，自己身怀世人都眼馋的能力，一旦被发现，后果不敢想象。思灵，上品炼气业恐怕要停供一段时间了，这样可能会影响你陈家的生意。还管我家生意干什么？你保住自己才是最要紧的。这样吧，你家可有筑基丹的材料？我现在多炼制一些筑基丹，在我没有提供上品灵液之前，你就靠着它继续做生意。材料我这里应该是有的，只是丹方只有青云宗才有。丹方你不用管，你只需给我提供材料，量要大。来晚一步，此人竟然还成功击败了云天舟，那可是我们天机阁阁主18岁时的投影。云阁主可是位列我们大陆10大高手排行榜的人物，这个挑战者到底是哪里的神仙？陈叔，那是什么？是丹香，高品质的丹香。有人在陈家炼丹。3星魂师。我留了一些，这20颗下品的你就拿去卖吧。陈思灵惊喜不已，筑基丹比上品灵液更吸引人，毕竟修士一旦筑基，地位就会翻天覆地的提升。钱怎么给您了？
还有此前的炼气液也都卖完了，那300多万正好今天该点名了。暂时用不着，就存你那里吧。我在你这里已经耽搁太久，恐生事端，先告辞。原来小迪对我这么信任的呀，好幸福。那位3星魂师呢？刚刚才走掉，还真是不凑巧了呢。品质极佳的筑基丹，的确是出自3星魂师之手。哪有这般巧？我们刚走他就来了，我们一来他又走了，到底是谁在监视谁啊？小迪啊，你可别被这个大小姐找到，不然她会狠狠修理你的。这样，我蹲守此地，你去升龙道蹲守，不信碰不到他。升龙道果然是提升实力的好地方，经过几场实战，使自己灵气凝实，一举突破9层。齐少爷，城主家的千金叶晴雪姑娘到访了。叶晴雪，那不是许莹莹的闺蜜吗？莹莹那丫头还没回来吗？可是小姐没回，家主和夫人带着族人也都去外面打探血福宫消息，没人在家，只能请您出面招待一下。叶小姐，许莹莹在升龙道，许伯父他们也都在外面，我让人先给你泡杯茶。不用麻烦了，莹莹回来后告诉她去城主府找我，我想请她帮忙。齐少爷不好了，秦家主带着族人闯进咱们家，见人就打，你快过去看看吧。不就是来要他那30万，为什么要打？真让莹莹说对了，这个七小迪是个木头疙瘩，一个没修为的人冲过去能干什么？送人头吗？算了，既然让我遇上了，就算帮一领一回好了。秦公子，求求您放过奴婢吧，我只是许家的一个丫鬟。嘿，许家管事的竟然都不在，那你们这些下人就先替他们去死吧。嘿嘿。女眷都不放过，你秦家都是畜生吗？原来是你，我爹可是被你羞辱了好几次，今天找的就是你。那一件是巧合吗？隔着那么远，能够毫发无伤的撕中衣服，而不伤人一根头发。本想露面的他，又往后退了一步，默默打量着小弟。少主，这种废物，我一个人收拾就够了。慢着，等一下。你脑袋被驴踢了吗？他可是击败过陆征，修为最少炼气6层，你们一起上！你又突破了，你试试不就知道了？怕你不成？放肆！连我儿都敢打，在许家打砸抢掠，反怨别人打伤你儿子，你他妈真是一如既往的不要脸！你们许家得罪了周公子，10天后就要被抄家了，我趁机拿回一点财物抵账，有什么错？钱我可以给你，但你们一个个都别想好好养。你疯了吧？我们这么多人，一人一口唾沫都淹死你！雷剑瞬间挥出，一剑比一剑威力巨大，在这夜色中带出一条条的血线，各种哀嚎声响彻整个院落。小畜生，我弄死你！我爹受伤了，快走快走！七小弟，你给我等着，这事儿不算完。七公子，你还真是深藏不露呀！过奖，我还要打扫卫生，不便招待叶姑娘，您请自便。自己堂堂城主千金跟他说句话，他就这种态度，以为打败了一个养尊处优的筑基1层就可以翘尾巴了吗？七公子，我看你的剑法似乎有些不足，刚好我师从一位剑术高人，可以指点一下你。好啊，那就让我领教一下叶姑娘的高招吧。臭小子，看我怎么教训你！七星剑诀第3式，七星笑。我输了一招，对方仅仅就用了一招，自己不输给许怡宁的天赋，而且拜师学艺3年归来，怎么可能一招就败给许家的小哑巴？
等等，我刚才没准备好，重来一次。一招又是一招，天哪，没这么丢人的。我是男人，力气大些，所以这次比试不作数的。从刚才的举动就可看出他是个很善良也很体贴的人，但是许一鸣怎么老说他坏话呢？七公子，我这次回来打算组建一支隐卫队，随时应对血府宫余孽，你想参加吗？放心，不会白帮忙的，只要立了功，可以来我城主府的藏书阁挑选功法心法。想要干掉血府宫分坛坛主，首先得能找到人家才行。有了城主府的情报帮助，应该会顺利很多吧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的隐卫只招收天之骄子，排名越靠前实力越强大，而你就是我心中的隐卫1号。隐卫具体该干什么？什么都不用干，如果发现血府宫余孽，会有信号烟火冲上天空，你及时赶过来就行。这个2号隐卫的面具，你替我交给许一鸣吧。明日你们都来我城主府，我会让你们隐卫聚集在一起，再给你发放一些资源之时。小迪，你什么时候跑回来了？这姐妹2人在升龙道一直试炼到了精疲力竭，才互相搀扶着回到了徐府。升龙道这么好的机遇，你居然不好好珍惜？我怎么不好好珍惜了？已经挑战到了无法再挑战的地步，只能退下了。迎难而战不懂吗？这样才能有助于你快速提高呢。叶晴雪来过，让我转交给你。怎么是2号隐卫？他把1号给谁了？难道城中还有比我更厉害的天之骄子？不可能呀！明天去城主府，我得好好确认一下。有必要这么争强好胜吗？那个小迪，我能问你借一些钱吗？听说陈家又出了一种新丹药筑基丹，每天只拍卖1颗，价格很昂贵，所以不行。我不会白借你的钱，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我出生时一位高人派我骨骼清奇送给我的，他说里面藏着1天功法，可惜我一直没能破解其内容。那个，等我还你钱时，你再把它还给我，千万可别弄丢了。此物对你如此贵重，丢了我担待不起，抵押就不用了，拿回去吧。贫者不受嗟来之食，别想我欠你人情，我以后肯定会还给你的。我哪得罪他了？不是你得罪了他，是他开始在意你了。经过火烤水镜，甚至放进炼气液里都没有丝毫变化，难道真就是一颗普通玉佩吗？看一鸣那个丫头紧张的要命，结果还不是个没用的东西吗？哎呦灵魂之力，莫非它跟太乙魂术一样，需要灵魂之力才能破解？功法里面最罕见的身份，还是玄级高手。向天山福云洞那里有一些东西，希望能对你有用。这是那位高人留给许一鸣的另外一份机缘吧？不过这地址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不应该是血府宫分坛吗？算了，先不管那么多，先试试修炼这身法。只是小城便有如此速度，若是大城岂不是轻如鸿毛，疾驰如风？好大的架子，让我们这么多人等他一人。是啊，他真当自己是什么天骄王者不成？稍安勿躁，我已命人在府门口候着，若他来了，下人会第一时间通知我。如果此人是敌人，恐怕自己已经失去尸体。他是什么时候来的？又是怎样无声无息站在我旁边的？你修炼的是刺杀一道吧？不过对付血府宫余孽，需要的是足够强的实力。你那旁门左道未必就能派上大用场。谁告诉你我修的是刺杀一道？小迪会说话，他为什么要装哑巴装废物呢？为什么要委屈在许家呢？叶千金，召我们前来，所谓何事？我这里为各位准备了各种类型的兵器，还有一些下品炼气液，每人可以领取10瓶。根据我们得到的最新情报，这批余孽虽然逃脱了青云宗的围剿，但缺乏各种资源，所以他们很可能潜入了孤州城，准备抢夺一批资源。不必惊慌，混进来的应该只有护法和成员，那位分坛坛主应该没有胆量前来冒险。孰高孰低，战场见分晓。
是你，他就是杀了我们2个手下的小子。我修炼的邪功可以嗅出他身上的气味。3个口能和身手都是经验所到之辈，绝非升龙道那些正道门徒可比。孤星点苍，3星照应。杀了我大哥，老子今天跟你拼了！才多久1号就连杀3人，我也得赶紧动起来。嘿嘿，就是你了。血浮宫余孽，纳命来！小心，他不是普通出演。刚才小弟无意间只是一个对视，怎么感觉到这个人给自己的压力是找死！入姬境，血浮宫分坛坛主，几个小娃娃竟敢屠杀我血浮宫精锐！小弟脸色大变，以许一宁的实力，只怕一个交手就会被当场杀死。七星相。丫头，快撤！哎，还愣着，快走！你们一个都跑不掉！我的眼睛！我气死你了！气死你了！1号影卫竟把分坛坛主打瞎了，这个男人到底有多强？小兔崽子，算你跑得快！咱们来日方长！哎，刚才跑掉的是血浮宫的成员吧？你们俩怎么反而让他追着跑？刚才逃跑的并非是普通成员，难道是护法？你们能安然无恙，真是老天保佑。1号影卫都斩了一个护法，外加2个9层实力的成员了。那刚才把你们追的跑的是？那是分坛坛主。走，我们去查看余孽尸体，然后带回城主府。你是何人？我孤州城何时有你这般绝世天骄了？爹，我答应过影卫们，不会公开他们的身份。人是长江后浪拍前浪，虽然我也是筑基2层，但对上那位分坛坛主也逊色一筹。你未来的成就将远在我之上。城主客气了。爹，我答应过影卫们，立了大功就可以任意挑选咱们城主府的藏书。叶晴雪陪着小迪转了一圈，虽然有很多普通人眼里的珍贵功法，但都是皇级中等以下的，对小迪来说已经没什么用处。这里面也是功法，那是天下第一神医不死医的医学宝典，但是已经摆放很多年了，无人可以看懂并参悟。哦，七公子，你换一本吧，此地可是有一本皇级中等的心法呢。哼，我就要这个了，我想试一试，能否给我提供一间密室？我想参悟一下。此书并不是用眼看的，而是需要如小迪这样拥有逆天灵魂之力，再加顶级悟性之人方可看懂。当小迪全部看完，已经是天黑时分。叶晴雪呢？又出现血浮宫余孽了吗？回禀大人，并非血浮宫余孽，是陈家的家主陈雨秋病重去世了。城主和大小姐准备登门吊唁。陈家家主，陈司令的父亲。陈家家主据说是被一位债主所伤，震断了心脉，这些年全靠天才地宝吊着命，才挨到今天。这一走，往后陈家的日子只怕会很难熬了。去你丫的！陈家当年的债，你们母女也该替他还一下了吧？黑面虎，当年父亲就是被你重伤，如今尸骨未寒，已经登门侮辱灵堂，倘真是欺负我们陈家没有主心骨了吗？听说你们陈家最近卖筑基丹可是发了大财了，谈不上欺负你，只是按规矩讨要我那点小钱而已。哼，黑面虎，识相的立刻给我离开，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我站着理呢。就是青云宗宗主来了，他也管不着。黑面虎乃是孤州城的地头蛇，
压根就不需一个青云宗归来的弟子。朱公子，你来吊唁就好好待着。若是想英雄救美，那你就把陈家欠的钱给还了呀。多少钱？1万还是2万？我铸件身体司灵妹妹还不多不多，对朱公子都是小钱儿，也就区500万。500万？没钱啊！没钱就请朱公子闪一边去，别学人家英雄救美。你胡说！3年前我父亲明明只借了你100万，后来父亲去还钱时，你收了钱还偷袭将他打成重伤。你父亲还钱了吗？那收据呢？我父亲被你打伤一直昏迷，未曾给过我们收据。没收据？你说个屁呀！敢动手，死！差点废了自己一只手，陈家何时有这么厉害的人了？小子，敢报上姓名吗？尹卫1号。这算什么姓名？没名字，没法找到他家族威胁他。这位小兄弟，我只是来要债的，还请你不要过分干涉。正常索债，我的确不便横加干涉，可若是恶意讹诈，那就是另外一说。你刚才所说是否属实？我可以对天发誓。发誓有个毛用！我要的是真凭实据。你有收据的话，现在就拿出来呀！哼，是不是觉得死无对证了？我不管你们怎么说，反正500万我一定要看到。不然陈雨秋这老东西休想入土为安。很遗憾的通知你，陈家主还没死。我呸！你上下嘴皮子一碰，死人就能变成活人了。刚才我关你父亲还有一丝卖相，如果现在我出手的话，还有机会救活。你与族人商议一下，如果允许我对死者不敬，我现在就施救；如果不同意，那我也无能为力。不管这位公子说的对不对，世上一事总好过等死。公子，求您救救我父亲。既然你们都没意见，那我就开始施诊了。哈哈哈！装神弄鬼够了吧？最后还不是得还钱？黑面虎，有种来地府跟我要钱，弃我陈家孤儿寡母，算什么？诈尸了，闹鬼了！家主竟然真的死而复生了！神医，真正的大神医啊！等等，莫不是他真的从不死一点上学到了什么？我还你银子咱们2000号，你亲手写的收据，不会认不出来吧？爹，就这么让他走了吗？黑面虎伤我不恨他，这是我技不如人。只是3年来我吃药无数，病情却越发严重，恐怕前面还有黑手。陈家主，幕后主使的事稍后再查不迟，我还是给你再开几副良药巩固身体吧。司灵，快去府库拿100万送给这位恩人。不必，我是看在令千金的份上才出手的，钱什么的我并不在意。陈思玲一脸诧异，他根本就不认识实力这么高强，医术又如此出神入化的同龄人啊。而一旁的陈雨秋目光闪烁不定，沉吟良久，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。司灵，今晚这位恩公就留在府中过夜了，你去安排晚膳，好好招待一下。已经接管家族产业3年的陈思玲，如何听不出父亲话中的意思？此刻他脑海中情不自禁浮现出了小迪的身影，而在看向眼前的面具人，内心深处涌出极度的抗拒。还愣着，快去啊！怎么吃个晚饭，陈思玲还委屈的哭了，自己戴着面具很吓人啊。好啊，我很期待今天的晚膳。倘若1号以为是正人君子，定然会推脱一番。可他连推脱都不推脱，丝毫不掩饰自己的目的，女儿怕是逃不掉。你走开，我亲自下厨。小姐，你何时学会做饭的？我会的还多着呢。小姐，盐放太多了，你怎么成罐的往里倒呀？我就是要咸死。不是，小姐，那盘牛肉还没炒熟。我就是要心死。这是什么？烧焦的药材吗？公子说笑了，这是小女子亲自烧的菜肴，样子虽然难看了一些，但其实还是很美味的。不信你尝尝。鬼才要尝你的黑暗料理。不得不说，你在厨艺上真没什么天赋。对，我就是不会做饭，还讨厌我们。陈姑娘，礼堂上我可是有得罪之处。感激都来不及，何处得罪自己过？这丫头今天不对劲儿。小迪很郁闷，想一走了之，但转念一想，凭什么自己帮了陈家这么多忙，反倒还要受一肚子气？我肩膀酸了，给我揉一揉。看吧，狐狸尾巴露出来了。爹可是说了，让你好好招待我。公子，还是赶紧吃吧，吃完我让丫鬟送你回房睡觉。你别胡来，我也有心上人。你要是敢过来，我宁愿死给你看。
你是救了我陈家上下，我们应该倾尽一切的感谢你，但恕我不能委身于你。陈思玲，你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啊？七公子，你会说话？行了，别装了，悠然应该早就跟你说了吧。这力度还是不错的嘛。思玲，你的脉象好像不太对。你怀孕了。大家好，后续作品已经在全力制作了，等不及的宝子们可以点击评论区链接下载一个 QQ 阅读，搜索神术奇谈4个字，出现的第一个作品就是。希望大家多多搜索，增加曝光量，这样才能让我持续做下去。谢谢大家。我怎么可能怀孕？长这么大，我的手都没有被男人碰过。脉象圆滑流利，波动交替，这正是有孕之身的华脉之象。七公子还请再仔细诊断呀！我女儿可是黄花大闺女，且洁身自好，怎可能怀孕的？如果不是怀孕，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，传说中的先天胎体。两个胎儿共用一具身体，这便是先天胎体。当年我夫人怀孕时，的确有囊中摸出来是双胞胎，但后来却只产下了小女思玲这一胎。你是说我身体里还有一个人？别害怕，能被称之为先天胎体而非怪胎，便可知这种体质是许多女武者们梦寐以求的。如果它能觉醒，要么会赋予你某种异能，要么能给你这具主体增强，甚至让你出现极强的灵根。这既然还是好事，七公子可有办法将其激活？我稍后会给你写一张药方，你去凑齐后再来找我即可。真的是太感谢七公子了，您对我家的大恩实在无以为报。可惜思玲她娘之前怕我死后陈家没有男丁支撑，已经给小女定下婚事，不然给你做妾又何妨？爹，你说什么？那是碧柳城的丁家，不久后他就会上门提亲。昨晚我给过你们机会了，但看来七公子为人正直，这让我更加情何以堪。七公子是见过世面的人，提亲当日，请你也来替我女儿把把关，以免小女嫁错人，憾恨终生。你们家的私事我怎么好？好吧，好吧，到时候我会带着悠然一同来观礼。我是影卫1号的事情，还望二位替我保密1、2，告辞。小迪，你跑哪去了？怎么才回来啊？处理了一些琐事，有事吗？悠然，一鸣突破筑基境了，你去向他敬杯酒吧。姐夫，该是我敬你才对，没有你的钱，我也没法买到筑基丹。谢谢了。突破筑基境的许一宁比以往更加从容淡定，两人的关系随着境界的提升，似乎也发生了变化。当初拒绝婚约是小妹我鲁莽了，还请姐夫莫怪。但我并不后悔。此时许一宁脑海里浮现出1号影卫的身姿，不由得让他心生仰望。你我之间终究不在一个层面，希望你早日放下心结，专心武道，争取变得更加优秀。谁有心结？我巴不得娶的就是许悠然。依宁，你说这种话干什么？这么多人呢，好歹给小迪留点面子。我只希望他能变得更好，哪怕他有1号影卫的一半，当初我也会接受婚约了。这位也何止是1号影卫的一半，他就是1号影卫本影呀！不行，我得再帮依宁一下。我觉得小迪很有潜力，趁着他和你姐还未正式成婚，要不我帮你们撮合一下？你是不是喝醉了？我好不容易脱离苦海，你让我又下去，有朝一日你别后悔就是。小迪，能拜托你就一个人吗？谁？朱剑深。他在一次宗门任务时中了阴毒，这次回来的真正目的其实就是疗伤。其母亲委托我们城主府，所以我就想到了你。我救他，你还不知道我与此人的过节吧？我还是建议你去一次，他家有一口1000年火井，每10年就会诞生几颗火灵珠，即使你的资质逆天，3颗也可让你瞬间突破炼气9层至大圆满。哦，他老朱家还有这种好东西。
不要碰，这是铁血荆棘，不可用手直接触碰，否则会有血肉割伤之痛。这么厉害吗？那这旁边的是？这是更厉害的夺魂荆棘，触碰一下便会有来自灵魂的剧痛，且痛不欲生。我想这种普通的就足够了，夺魂荆棘搞不好会要了朱剑深的命。掌柜，再来一节镇痛的羚羊角。怎么1号影卫也来买材料？这又是想让谁起死回生呢？掌柜，他手里的东西我要了。好嘞，我给朱公子包起来。这你也要抢？这个我也要了，我是这里的大客户，所有材料都有优先购买权。治病的工具材料，病人自己花钱买，还有这种好事。朱公子你喜欢就行，暂缓。神医大人，您真有把握治好我儿子身上的阴毒吗？根据描述，你儿子染上的不是阴毒，而是最脏的尸毒。莫要让你儿子再触碰那些邪道女子，她们常年与尸体毒虫打交道，身上要命的剧毒多的是。张玉秀脸色立刻变得不自然，可同时也倍感惊喜。他们已经请过数位神医，都无法确定是什么毒。那我儿的病就全靠神医大人了。尸毒我可以拔除，不过我要你们朱家的火灵珠。火灵珠是准备献给青云宗内门弟子的，您看换成其他宝物可以吗？我们1号影卫不缺寻常黄白之物，伯母要舍不得火灵珠，那就当我们没来过。好，我答应。神医大人这治病怎么看起来像要杀猪一样？拔除尸毒的过程会很痛苦，待会请朱夫人保持冷静，如果中途阻止我那令公子的尸毒，就彻底没治了。只要能治好，他吃些痛又算什么？娘，我回来了。生儿，快来拜见神医，他就是叶姑娘推荐的大神医。在下朱剑深见过。怎么是你小子？娘怎么把他请来了？我不想让他治。住嘴！除了他，再也没人能治你的尸毒了。你们谁爱让他治就谁去吧，小爷我可不稀罕。来人呀，给我把他绑起来！生儿听娘的话，你有病得治啊！一个狗奴才，找死！一个炼气9层也敢对我！我操！快放我下来！你想对我做什么？当然是治病了。黑色的铁血荆棘呢？少主觉得太便宜，带回去碍事，路上就给扔了。那没办法了，你把铁血荆棘扔了，就只能用这个给你治病。等等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它会闹出人命的。你与我争抢此物，难道不是给自己治病吗？我警告你，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生儿，你坚持住，马上就好了。好了，尸毒拔除完毕。娘，把他赶走吧。不好意思，我还要去你朱家的千年古井采火灵珠呢。什么？他如此折磨我，朱家还要以火灵珠相赠。这里危险异常，神医大人如果不想冒险，可以等几天我朱家下去采摘，如果运气好能产出几颗的话，会送您1颗的。无妨，我亲自下去。务必多加小心，这口火井的确吞噬了不少人命呢。井口附近的位置，朱家已经搜索过无数次，早已没有火灵珠，想找到也只能去他们不敢去的最深处。朱剑深拔出了尸毒，简单吞下几颗疗伤丹药便可下地，放心不下自家火灵珠，便匆匆的前来查看了。娘，咱家这次的火灵珠我已经答应给内门的钟师兄了，毕竟我在宗门一直受人照顾。火井经过多年采摘，还能诞生火灵珠的地方寥寥无几，那几处他未必找得到。至于最深处，就连你爹都不敢靠近，他要是赶过去，就等于自寻死路。火井深处，小迪站在一块石壁前，面露诧异。这块石壁上的灰尘明显比别处少许多，显得不太协调。难道不是实心的吗？还想藏着不让人发现？你朱家越是舍不得火灵珠，我就越不能这样轻易离开。小迪一直踩到火井的尽头，把火灵珠踩了个干干净净。望着足足12颗的火灵珠，小迪才满足的原路。
身上竟然一点灰尘都没有，看来是没有深入，那更不可能有所收获了。白跑一趟了吧？还不如我朱家给你点东西，打发一下走人呢。公子，下井是你自己选择的，没有能耐采摘到，可不能怪我们朱家。小迪本来不打算拿出来刺激他们母子的，但他们竟然如此嘴脸。运气还不错，找到了6颗。这3颗给你，算是你介绍这笔生意的报酬。公子这样，你带走3颗，留下3颗，以后我们还能做朋友。你此前可说过，拿多少都是我本事，总不能拿的太多就怨我下手太狠吧？伯母，我可是看在2家交情的份上才请来神医相助，你如此出尔反尔，让我叶家以后还怎么做人？唉，好，拿走吧，我朱家自认倒霉。下手居然这么狠哦！不过娘，这也说明咱们火井里还有很多火灵珠才对。立刻召集族人下去采摘。回禀夫人，那处隐藏地点被那小子给挖走了，还有我们曾远远看到深处几颗火灵珠也都没了。他把火灵珠都挖掘了，一颗都没留下。一号有位，我跟你没完。由于火灵珠离开采摘地，如没有特殊宝物保存，会很快流失功效。小迪这12枚也就分成了4份，分别给了秦雪、悠然和老丈人许正言。我突破到炼气7层了，短短不到1个月，我就从炼气2层突破到炼气7层，想想真是够魔幻的。灵力增强了5成，炼气9层与9层圆满原来相差如此之多。血符宫又出现了。看烟雾所在方向，好像是秦家。秦家，分坛坛主在寻找治疗眼睛的药物，不能让他治疗眼睛，如果恢复，实力便会抵达巅峰状态。秦雪，我先走一步。身法，他居然还修炼了身法。功法里面身法是最难修炼的，看来小迪拥有旷世罕见的悟性啊！依宁啊依宁，你错过了一位世间还有的未婚夫啊！小迪到了秦家后，秦家主和几个族人还站在屋顶，一脸困惑地望着上方出现的烟雾。不好，是声东击西。血符宫故意引开城中守卫注意，实则是要袭击别的地方。不攻击秦家的话，那剩下比较有名的炼丹家族，陈家、珍宝啊。许依宁这丫头也来了。1号影卫，你也发现他们的目标了吗？是啊，陈家恐怕有危险，你马上给城主发信号增援。你们血符宫要什么就自己拿，何必取人性命？他奶奶的情报有误，姓陈的，你不是重病快死了吧？我没死，你很失望吗？趁着我家孤儿寡母跑来打家劫舍。既然没死，那我就送你真的死一次。好一个水灵的丫头，正好我眼睛瞎了，要一个压寨夫人伺候，我看就你了。不要！嘿，到你了，是你的小兔崽子，来得正好，新仇旧恨，咱们今日一并算清楚。七星相配。修为增强了，上次这小子还难以进我身，这次却差点取了我要害。好险！还挺谨慎的嘛，但你今天依旧插身难逃。我跟你找死！该死的是你！1号影卫，你好棒，居然可以单杀分坛坛主！快闪开！杂碎要不是我心脏在右边，就栽在你手里了。嘿，
血福宫余孽，你们死期到了！孤州城第一强者长谷叶继风，都给我追！谁敢追来，我就杀了他！我们跟上，莫让他失了踪迹。一群人沿着分坛坛主的血迹追踪到了深山之中，只不过在一条岔路前，众人停下了脚步。城主，这条路有松树叶扫过的迹象，应该是为了掩盖血迹而为之。我们追！2次和分坛坛主交手，此人行事十分老辣，既然想掩盖行踪，又怎么会有所遗漏？果然，这才是他真正的逃亡之路。看来我那一剑虽未刺到心脏，但肯定伤到了重要器官。此刻的他实力应该大不如刚才。浮云洞，血福宫分坛老巢，也是许一宁那个玉佩中神秘高人所说的大机缘之处。该死！为什么还是打不开？是谁？哈哈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分坛坛主，你的人头是我的了。想拿我的人头？孽配！我堂堂青云宗弟子，筑基修士，难道还怕一个受伤的血福宫余孽？分坛坛主实力降低了不少，朱见深都能与之斗10个回合。朱公子别怕，他已经是强弩之末了，你再加把劲，他只会越来越弱的。青云宗的小子去死了！朱见深有使。1号影卫，还真是个废物啊！想不到我竟然会栽在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手里，真是不甘心呐！如果我能解开这里的机关，就没有人能杀得了我，青云宗主都不行。分坛坛主是真的没力气躲避了，刚才和朱见深一战，已经是他最后的力量了。灵气竟然是极品灵气，小迪手中的木雷剑不过是一把最下等的法器，像灵气这种高级货，就算青云宗都不见得有，而面前的居然还是一件极品等阶的灵宝。传言没错，这里有提升筑基境的无根天水，还有能够提升灵根的神物吞凡丹，都是我的，都是。小迪目光炽热，正准备去拿，外面却传来了城主一群人赶到的声音。可恶！看来许一宁说的是真话，白把一个天大的功劳让给了1号影卫了。这样七小迪就没法完成交人头的承诺，明天就上许家要人头，到时候许悠然还不得是我的？炼气境斩杀筑基2层，这个1号影卫有点本事。虽说仗着法器有些侥幸的成分，但各方面都非常优秀，应该是某个修炼多年的老武者吧。相比之下，我们青云宗的那个外门弟子就不堪入目了。这种心术不正之人，将来必成祸害。你找机会亲自处理一下吧。阁主紧急传讯，兽潮出现，速回。时隔100年，兽潮又要再现了吗？我必须立刻回天机阁，那个神秘魂师暂时无暇蹲守他了，相信很快你也会被青云宗召唤回去。陈叔，你先去，我再去找那位9品灵根做回去。都是同龄人，为什么我与1号影卫的差距会那么大呢？本以为突破筑基就可与他一争高下，到头来反而又被他救了一次。1号影卫，你到底是谁呀？而就在许一宁小鹿乱撞、胡思乱想的同时，在他隔壁房间里，1号影卫的本尊七小迪则正在准备突破筑基境。突破筑基原来这么难熬，浑身像是被火灼烧一样的。恭喜宿主突破筑基，旋即高等心法寻龙境，您现在拥有资格修炼。与心法相对应的玄阶高等惩罚游龙掌。下阶段果实开始孕育，金丹境立即下等法，灵魂筑基斩魂30代人摘取。竟然是灵魂冲击秘术，还是地级品质，到时候岂不是可以杀敌于无形？小迪，朱见深来了，我们没能完成他布置的任务，恐怕许家在劫难逃了。你还是赶紧先走吧，别被我许家牵连了。哼，为什么要走？拉扯这么久了，
也是该和这位朱大公子好好算一笔账了。徐家主，我来办差了。血福宫分坛坛主的人头呢？该交给我了吧？等我问一下我闺女的影卫队有没有得手。你换手机了，挺贵吧？不贵，这是我在转转上买的2手 iPhone 13，只要1700，比新机便宜了2000。看着挺新的，靠谱吗？放心吧，转转是知名2手大平台，全国有多个质检中心，光检测专利就有几十项，上面的手机都经过多轮检测，每台都有专属评估报告，比一般的2手更靠谱。他家平板也很划算，真心推荐，买2手就选转转验过的。既然如此，朱某就只能公事公办，把徐家抽家查封，家族人等全部投入大牢，等待发落。你动一下试试。七小迪，我刚要抓你呢，怎么你拿到分坛坛主的人头了不成？朱大公子，看看吧。你该不会说这里面是分坛坛主的人头吧？你瞎吗？自己不会看。好，那我就看看咱们七公子准备拿什么糊弄我。该不会是泥巴捏的吧？大人，怎么了？这是您不是跟坛主交过手吗？怎么吓成这样？看来朱公子是认出来了。我亲眼看见人头是1号影卫斩下来的，为什么会到你手里？你给许家的任务只是拿到分坛坛主的人头而已，至于怎么拿到的与你无关。是的，能交差就行，哪怕我们是请来的1号影卫，你也无权过问，这是青云宗向来的规矩。去特么的规矩！在孤州城的地方，我的规矩就是规矩，不是你亲自手脚的人头就是不行。朱见深，我女儿许一宁已经去请青云宗管事的了，看你一会儿如何收场。七小弟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跟你之间必须死一个，这次弄不死你还有下次，你的女人早晚是我的。真是气死我了，每次都弄不死这个七小弟，下次一定杀了他。恐怕你没机会了。你不是哑巴？既然你我之间必须死一个，那你就没必要再活下去。这不是1号影卫的剑吗？为什么会在你这儿？你就是1号影卫。恭喜你，答对了。你不要过来啊！剑下留人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擅杀我青云宗弟子！他死有余辜，我只是替你们清理门户而已。要杀也是我来，用不着你多事。哎，刘师姐，你已经处决他了。1号影卫，你也在这里啊？是我，2号影卫，我叫许一宁。公子，你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？你喊他公子，他不是几10岁的大叔吗？你丫才是大叔，你个老女人。柳师姐，我们影卫队都是少年天骄来的，年龄最大不超过18。18岁，炼气9层，一人之力斩了筑基2层。不久前是你在升龙道击败了我的陈正道和云天舟的投影，是又如何？你可真让我好找啊！莫名其妙找我做甚？等等，你先别走。哎，什么情况？以我的修为，竟然追不上他？柳师姐，你如此着急追他干什么？我和陈副阁主已经等他现身快半个月了，此人之资可直升天际阁，未来成就不弱于我爹。这么了不起吗？那我也帮师姐一起查他的身份。钟公子，你要为我生儿做主啊！你是青云宗内门弟子，除了你，没人能为我们做主了。就在刚刚，城主府的官兵把朱见深尸体带回来，并传达了城主的话。朱见深死有余辜，此事到此结束，不得继续追查。此人剑法高明，一剑致命。看来朱师弟是惹到了狠角色了。他最后一次外出是去了哪里？我记得他跟我说是去了许家。刚好我也要去一趟许家，为师尊接走许一宁做准备。在如此强大的筑基心法加持之下，修炼一晚也只提升了些许修为。筑基期看来真不是炼气期可比的啊！对了，升龙道的筑基试炼应该可以尝试了，不知道会不会奖励提升修为的灵丹。南宫流云，筑基境，请指教。不太容易，
第11层的实力，感觉比筑基2层的分坛坛主还要强很多。这应该就是增加筑基修为的下品玄元丹。一颗下品玄元丹赶上我苦修10天了，可惜孤舟城并没有炼制此丹的材料，也该给悠然再准备一点炼气液和心液。我们又来迟一步。悠然是谁？许悠然吗？那是我老姐。你姐？那她身边有什么年轻男子吗？我姐洁身自好，身边没有年轻男子，只有未婚夫七小迪。那你觉得七小迪可能是1号影卫吗？不可能，他要是1号影卫，我就是天机阁阁主了。那的确不是1号影卫，不过你姐姐的修为突飞猛进，就说得过去了。是1号影卫在暗中帮助她。带我去你们许家一趟。宗门有事，速归。该死，怎么偏偏在这时候？1号影卫既然如此关心这个许悠然，那我就把许悠然也招进我青云宗。嘿嘿，这样你就不得不跟着来了，我简直就是天才。悠然，你这是在干嘛？青云宗长老要来咱家接一宁妹妹了，全家都在大扫除，准备迎接呢。看着这一幕，小迪不由为之动容。筑基境后，修为提升就变得异常缓慢。关键孤舟城已经提供不了魂石材料，但这一切在青云宗却都可以满足。悠然，你过来。这几天什么都别干了，抓紧时间修炼。你也争取一下，看能否被带回青云宗去。青云宗更看重资质，不是很在意当下是炼气几层的。我这种2品灵根，怎么入得了长老法眼？好吧，那我现在就去修炼。自己也是时候去趟浮云洞，把那里的宝藏带来。再次看到宝藏，小迪一把拿起了无根天水。对他来说，现在首要目标就是提升修为。一滴便相当于1夜静修。真是好东西啊！直接突破了2个层次，达到了筑基3层。退凡丹，我的透明灵根应该够用，这个就拿回去给悠然，看能不能提高他的灵根等级。这么重？除了重，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，还不如我雷木剑呢，起码附带雷电属性。我操！好险啊！不会吧？这柄剑的能力是隔空释放灵力剑气，连巨石都能轻易切开。有人在喊救！老不死的接着跑啊！偷我们巨人宗的铁血真经，你就是跑回青云宗境内也得死。巨人宗，天机阁统御之下的9大宗门之一。吴刚烈，这铁血真经明明是我为你们宗门炼丹18年得来的报酬，你身为名门正派，竟想意图杀人夺宝。屁话少说，这本功法你根本把持不住，交出铁血真经，我让你痛快点死。小迪屏气凝神，丝毫没有出手的意思。2人因宝物而起的纷争与他何干？而且这个内门弟子给他的压迫感，数倍于分坛坛主。好大的力道！哈哈哈，有点意思，能接住我一击，算是有几分本事了。青云宗的弟子嘛，不错，在下青云宗内门弟子。你们刚才的事我什么都没看到。那就谢了。9宗同气连枝，我们彼此都是兄弟，应该互相关照。告辞。兔崽子，你他妈属狐狸的吧？孤星点苍，好坚硬的身体！一把破剑就想破开我的身体，那我10年的金刚不败功岂不是练到狗肚子上去了？3星照月，如果只有这点本事，那你可以去死了。7星相背，不闪避硬扛我最强剑种。
竟然只是划开了一层皮肉。狗东西，竟敢伤我！哼，小畜生，没了武器，这回你该死了吧？没办法，最后一搏。连剑都拿不稳的东西还抢，真是好险啊！这小子身上一颗玄元丹都没有，倒是有100颗中品灵石。中品灵石相当于1000颗下品灵石，这些东西小迪还是从书籍上看到过。据说9大宗门都是用此物作为货币的。只是可惜了我的雷纹木灵剑了。对不起了，少侠，我不是故意把他往你这里引的。这样，我赔你一些银子吧。把铁血真经给我抄一份，这事就算扯平了。好吧，救命之恩，理当报答。他刚才之所以不愿意把功法交给吴刚烈，是因为一旦交出，自己也就必死无疑了。玄级下等炼体功法，这是巨人宗最顶级的炼体之法，修炼第1层就需要4级灵丹，4星魂师莫说巨人宗，就是天机阁也没有啊。所以少侠，这功法你拿回去看看也就得了，没有猛虎丸，练也白练。哼，无妨，此书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。好吧，那我也就不多劝解了。你怎么了？老毛病了，不碍事。原来是经脉有问题。极品续脉丹，那个少年竟然是3星魂师。我等恭迎老祖归来。此人正是秦长生嘴中的大靠山，秦家老祖秦文远，一位真正的1星魂师。为何生意如此萧条？你是干什么吃的？老祖有所不知，陈家请来了一位厉害的魂师，把我们生意抢走了大半。听说他还准备为陈家培养一批魂师学徒，专门炼制下品炼气液，要断了我们秦家活路。断我秦家活路，好大的口气！我倒要去看看他是何方神圣。小迪，你给我的液体到底是什么啊？你出去了才几天，我就又突破到炼气8层了，这也太吓人了吧！体内那颗神树给的玄阶高级心法，外加我炼制的极品炼气液，你想升级慢都不行。把这个吃下去。哎，小迪，你又给我解什么好东西了？你也想要？谁稀罕啊！我马上就是青云宗弟子了，什么东西是青云宗没有的？那最好，反正我也没打算给你。一鸣，你要真的想要的话，得学会放下你的姿态哦。我才不要，反正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老姐，你也最好别乱吃，小心吃坏肚子了。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发现身体有什么变化？没有，什么感觉都没有。能让临死前的分坛坛主死不瞑目的能力，想来不会差到哪里去。你们准备的如何了？我师尊马上就来了。钟师兄，这是我姐姐许悠然，这是我姐姐的未婚夫戚小迪。你就是戚小迪，我可是没少听朱夫人提起你啊。听说你和离奇死亡的朱见深生前就不太对付。师兄，我姐姐和姐夫也想去见一见李长老，你看可以吗？失去了朱家供奉火灵珠的他，本身心情就很不爽，再联想到许家与朱见深的死脱不了干系，这让他更加讨厌小迪。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，我师尊的尊容不是什么人想见就见的。我带我姐一个人去也不行吗？不行。哎，她这个姐姐竟然比许一宁还漂亮，真是跟错人了。许家上下恭迎李长老驾到。哪位是许悠然？出来与我见面。许家族人都在这了吗？怎么没有许悠然？难道孤州城还有一个许家？回禀李长老，我还有一个姐姐叫许悠然。回禀师尊，我让他回避了。回避你大爷！谁允许你这个蠢货赶他走的？给我滚出去！姨娘，快去把你姐姐请过来，让李长老瞧瞧。听李长老的意思，似乎是专门来找老姐你的。哎，专门来找我？我与青云宗并没有相识之人啊。难道又有人看中了我家悠然的姿色？不行，
我也要想办法进入青云宗才行。你就是许悠然。回本长老，想你就是许悠然。别紧张，我是来收你为弟子的，你可愿意拜入我门下？满堂之人有一个算一个，全都被震惊了。没有检测灵根，没有查探修为，就这样就收为弟子了。悠然，快拜师！这是何等光耀门楣的大喜事啊！弟子许悠然拜谢老恩师。不必多礼，快请起。这是为师的见面礼，一个下品法器，拿去吧。谢谢师尊。李长老，我小女儿也该正式拜您为师了吧？此前也只是内定弟子而已。稍后让她过来3拜9叩，再奉上拜师茶，走完流程就可以退下了。对待我姐的时候怎么不是这样的？没有，我1年只收1个真传，怡宁你就暂时为内门弟子，待得明年自行转正。师尊，我不服，我姐灵根都没检测过，凭什么抢走我的真传弟子的位置？是啊，师尊，真传弟子还是给妹妹吧，我何德何能当得起真传弟子？李清风也头大，以许一宁的资质成为真传弟子毫无问题，但许悠然又是宗主之女柳仙儿钦点给他的弟子。李长老，不妨检测一下许悠然灵根，看看他到底是否德不配。小迪，你干嘛呀？当着这么多人让我丢人现眼吗？放心，丫头，我相信你配得上这个真传弟子。也好，那就让悠然当众测试一下好了。我的灵根很低很低，您不会？没关系，不管多低，你都是我弟子。7品灵根，许悠然，你这也太让为师惊喜了。小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姐姐居然检测出了7品灵根。齐小迪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怎么你了？莫名其妙啊！我今天的一切本该都是应该属于他的。你无需自责，一切都是他自己的选择。师尊，能不能也收小迪为弟子？我听说他不是没灵根吗？可小迪有修为在身，而且还不浅呢。不浅，难道还能超出炼气期的范畴？展示你的修为给我看。小迪，尽全力。筑基3层，一个没有灵根的人能修炼到筑基3层。奇怪，灵力探入其身体，可以感觉到筑基期气痕的存在，但确实没有发现灵根的痕迹。莫非是传说中一些极其厉害的邪门丹药，或者透支潜力之法？不管是何种，此子都已不堪重用了。师尊，小迪如果不能去贵宗，那我也不去了。这样吧，我还要在此处寻找那9品灵根之人的下落，临行前让他和我徒弟切磋一下，如果他能挺过10招，便可入宗如何？终其是师尊座下修行多年的真传弟子，实力乃是筑基5层，功法定然也是高阶品质，别说10招，恐怕3招都难。我接了，3天之后与他一战。你是故意瞒着许悠然的事不说，害我被师尊打脸的对吧？挨了耳光，不找自己原因反而怪别人，难怪你师父说你蠢。岂有此理！竟敢这么跟我说话！想跟我动手，你可以试试。等我相完亲，处理完手头的事，再好好修理你。相亲？话说陈思玲最近也要相亲，他爹还说是什么城的什么钟家，让我去观礼。钟气不就姓钟吗？不会这样讲的。齐小迪，我杀了你！我要把你大卸八块，砍死你啊！这丫头疯了吧？小迪来圣龙道准备通过实战修炼新得到的功法游龙掌，还准备去司灵那里看看学徒的事。这刚来就看到了许一宁在撒气。你都听到了？你们之间的事，我不干涉。一号以为我和他没什么的，你别误会啊。怡宁，你想修炼身法吗？哎，你要教我身法，当真吗？自从得到那颗玉佩，从上面得到了功法以及石像下的惊人宝藏，小迪心里便有一些愧疚，毕竟这些都是那位前辈留给许一宁的。
我要传你的是乌红烈影，蓝点颇多，你用心看，用心学。前辈，我们近期招收符合规定的学徒都在这里了，请您过目。这老头有点眼熟，像是在哪儿见过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回禀大人，我叫黄文远。这几人谁最合你意？这位老先生曾给一个魂师学徒打过杂，各种材料都十分熟悉，炼丹流程也很了解。哦，行，你过来，先教你。我倒要看看陈家请来了什么天大的人物，想断秦家活路，先要问问秦文远答不答应。普通人之所以无法成为魂师，是受限于灵魂力不够强大。但按照我的法子，可让你们对材料进行。你很有炼丹的天赋啊，这么快就掌握了。在下天赋一般般，主要这些实在过于简单。说实话，大人教的还不如我之前学到的呢。如果真如他所说，那这位魂师恐怕没有什么真本事啊。你对我好像不太服气。常言道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我没有见到过大人的厉害，如何能服气呢？也罢，我就现场炼制一瓶炼气液好了。就等这一刻呢，看老夫如何挑你的刺，让你名誉扫地，下不了台。丹炉都没有也叫炼丹，这不是胡闹的吗？极品炼气液，4星魂师才可达到的信手拈来。对方之所以不用丹炉，并非是不懂炼丹，而是这种低级灵液，他已无需丹炉，徒手一搓便是极品。现在你还有疑问吗？晚辈叩见前辈。紫色光芒的剑，我早该想到啊，小小乌州城哪能有那么多3星4星的魂师？那日在古云洞做我的恩人，可眼前人一老左，你不是去教训此人的吗？怎么训着训着自己成了晚辈了？混蛋！我还没问罪于你呢，你是怎么得罪了这位4星魂师至尊，导致人家要整垮我们？四星魂师，别忘了我没有得罪过谁啊！连夜搬家吧，这孤州城咱们秦家待不下去了。老左，临走前能不能教训一下那个齐小迪？他上次打杀多名我家护院。我秦家再是落魄，也不是一个许家赘婿能欺辱的。先回去收拾好东西，后天再来找他算账。小迪，司灵的相亲仪式既然是陈家主亲自相邀，我们空手去未免不妥。我去买点礼物。去吧，我在这里等着你。悠然师妹，钟师兄，师妹，你作为孤州城第一美女，嫁给七小迪不觉得委屈吗？师兄为你做主，解除婚约好了。师兄，我和小迪情投意合，并没有委屈，请你别再说这种话了。实不相瞒，我对你一见钟情，恰巧我在宗门里缺一个伴侣，你可愿意啊？明知自己有未婚夫，还提如此荒唐的要求，我还有事，告辞了。他能不能进青云宗，都在我一念之间。我要是放点水，兴许他能通过。如果我认真的话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陪我去楼上包间耍一耍，我可以保证给七小迪放水。你实力如何？不清楚，人倒是真特么烂。你的命运掌控在我手里，现在给我跪下认错，不然切磋之日我会打断你的腿。你最好尽全力，不然赢起来没意思。好的很，到时候一招打死也怨不得我。命中有时终须有，命中无时莫强求。你的另一半其实也不差了，青云宗内门弟子，李长老坐下得意爱徒。老爷，钟公子到了。哦，钟琪，还真是你。陈伯父伯母，当家的，我就说钟公子不错吧，一表人才，谦虚有礼，一看就是正人君子。伯父伯母客气了，敢问哪位是思玲妹妹呢？哇，这么漂亮的美人，可不多见啊！思玲妹妹国色天香，温柔恬静，小侄甚是喜欢，甚是满意啊！内心里，他压根不觉得陈家能配得上他，只是觉得免费把这么漂亮的女儿送给他玩几天，不玩白不玩，反正玩腻了再丢掉就是了。而作为母亲的刘晴心中暗暗一喜，知道这门亲事可以就这么定下了。至于自己女儿的意见，他直接忽略。七公子你看如何？我会公正客观评价。七小迪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陈伯父，今天不是我和思玲的相亲吗？请他来是何意？七公子阅人无数，本领非凡，我请他来是替女儿把关的。
什么？让他为本次相亲把关？放心，你如此优秀，七公子定然不会不赞同，你说是吧？七公子，外貌、修为、家世、宗门无可挑剔，皆是一流。看到小迪的文字，陈思玲娇躯轻颤，两眼空洞无比，心中只有一个感觉，那就是万念俱灰。算你小子识相，不过你以为这样我就会放过你和许悠然吗？白日做梦！既然七公子都这样说了，那么这门亲事，不过人品极差，令人作呕，堪称败类。这门亲事我不同意，若将陈思玲嫁给他，必将害他一辈子。七公子请慎言啊！钟琪的名声在第六城有口皆碑，怎么到了你这里就如此不堪了？刚才在路上的商铺里，你眼中的金龟婿调戏我妻子，甚至还拿我入宗做威胁，逼迫我妻子就范。这种人你们也敢要？此话当真？陈伯父，你不相信小迪，也该相信我许悠然的品性吧。我以名誉担保，小迪所说千真万确。哼，相亲还不忘调戏其他女子，你当我女儿是什么人？送客！陈家，你是不是忘了我青云宗内门弟子的身份？只要我放话，何人敢娶陈思玲，便是与我为敌。你觉得还有谁敢娶你女儿吗？你这个人真无耻！你们只有两个选择，要么让陈思玲陪我玩几天，以后她想嫁给谁就嫁给谁，要么就让她一辈子嫁不了人。看着陈思玲悲愤无助的样子，悠然心痛万分。这些年一直是这个好闺蜜照顾她，她觉得也该为这个闺蜜站出来了。小迪，你把陈思玲娶了？什么？悠然，你说什么胡话？不是胡话，我是认真的。我如果去了青云宗，而你考核失败的话，就让思玲替我照顾你。思玲，我与小迪如果哪天成了亲，你可还愿意？我愿意啊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是让你做小。我知道，我愿意。做小都愿意，思玲到底看上你什么啊？竟然愿意委屈到这一步？关我什么事？我啥也没做。你和陈思玲同意有个屁用！你先问问陈家主能否同意让自己唯一的女儿给人做小妾吧。我同意，非常同意。七小弟不是3星武士，甚至听闺女说，可能已经达到4星。这样贪腐的小子，我陈家祖坟都得冒青烟了。我代表陈家上下，代表陈家祖宗18代，谢过许姑娘大义。陈伯父，你要折煞悠然吗？就是帮思玲而已，至于把列祖列宗都带上吗？让女儿给人做小，你居然还这么高兴？哪怕是迫不得已也不能这样啊！我陈家不要脸面的吗？小弟便是我陈家那位3星魂师，司令已经确认过了，只是小弟还以为我们不知道而已。悠然，伯母也谢谢你，你简直就是我陈家的大恩人。现在起，陈思玲便是我夫君七小迪的妾室，你可以死心了。宁愿让女儿做妾，也不愿意成全我。你们这是在侮辱我，也是在侮辱钟家。接下来就等着我父亲来讨个说法吧。既然你我之间已有名分，这颗丹药你尽快吃下，再请李长老测一下灵根，看能否也进入青云宗。七公子不好了，秦家带了很多人去咱们许家，点名要找你问罪。七公子，听说秦家老祖秦文远回来了，他们人多势众，我随你一起去，别有个照应。不用了，我自会应付。秦老爷子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要罚就罚我好了，放过小迪吧，他还只是一个孩子。孩子？他砍伤我手臂时像个孩子吗？今天不给我秦家一个交代，就踏平你们许家。李长老也在这里啊，在下有礼了。秦大师不必多礼，你荣归故里，我们青云宗本该登门拜访才是。魂师的地位远超普通修士，哪怕是一位1星魂师，身为长老的李清风也得客气3分。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能否给我一个面子，双方就此罢休呢？既然李长老亲自求情，那我退一步好了。既然齐小迪才是罪魁祸首，那我们便只找他说事好了。秦大师仁厚，我替许家谢过你了。小爷，我许家害了你，你最好别回来啊！上次放你们一群狗命，这次不知死活又来送死，是不是？小处长，你也不看看什么局面，还敢大放厥词？年轻人，少些张狂，赶紧跪下向秦大师道歉，不然今天即便是我也保不住你了。秦大师。这种话，这不是我徒弟黄文月。让我来替代小迪，接下来你要如何都冲着我来吧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谁给你脸替他受罚？今天谁都救不了这个小畜生。我他妈来了！
老左，你怎么打我？七小迪在那边啊。孽畜，我秦文远倒了8辈子血霉，才摊上你这个败家子。七公子在下管教无方，您想如何处置他，全凭您做主。现在杀了他都可以。他莫非是知晓了自己为师的身份？如此的话，倒也说得过去。在我许家杀人定然不妥，他刚才对我许伯父恶言相向，却也无法饶恕，就废其修为，再断其一臂一腿好。此子年纪不大，心性倒是果断无情，可惜没有灵根，不然定是块好苗子。七公子，今日起，我们秦家离开孤州城，再不踏入此地一步，您看我们可以走了吗？七小迪，那位9品灵根之人已经拜托城主府寻找，我明日便准备启程回宗了。你和钟琪的比试便定于明天举行吧。明日吗？也好，游龙掌已经小成，待我今天再去升龙道修炼一番便差不多了。妹妹，我怎么感觉秦文远好像很忌惮小迪的样子啊？用不着你提醒，有什么好生气的？我跟人在升龙道有约，先走了。金龙掌，青云宗药园下等药师，这奖励是啥？能够凭借此药师进入青云宗药圃采摘灵药吗？你怎么又来了？身法我已经传授给你，以你的悟性，还需多多参悟修行才是。那个，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我想请你冒充我意中人。荒唐！这是什么虎狼之词？你别误会，就只是假装而已。我有一个讨厌的人，他已快成了我的心魔。我只想证明一下自己当初的决定没有错。求求你了。这个讨厌的家伙，不会就是你？好吧，只是表面上的，不可真的逾越关系。七小迪，你以为你现在变得优秀了，我就会后悔吗？告诉你，我有1号隐卫，我不会后悔。小迪回去途中路过陈家，意外发现陈家门口聚集了很多人，看装扮应该是钟家之人。我女儿嫁给谁是正妻还是小妾，是我们陈家自己的事，你还想强逼不成？你把女儿嫁给废物当小妾，都不愿接受我钟家，就是在侮辱我钟家，这就不行。口口声声废物，在我看来，你儿子连小迪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，跟他争女人，你儿子也配？我们钟家可以动用关系，让你家这个丫头进入青云宗外门，这样都不配的话，我想知道他七小迪有什么东西能比得过我们？贤婿，你来怎么也不说一声，我好叫人出门迎接。给你们展示一下我给了陈家什么，你们就能闭嘴了是吧？一个赘婿而已，你能给什么？无非是些不值钱的垃圾而已。陈家珍宝阁可有检测灵根的法器？陈家自然是有的，不过我哪有什么灵根？说起来不怕丢人，我还不如悠然，只是1品灵根而已。无妨，检测一下便是。也不知道你这个废物想给我看什么？要我看陈思灵灵根有多低？6品灵根，这怎么会？爹，我有6品灵根了，跟孤州城第一天骄许依妮一样了。苍天有眼啊！我老陈家也有一位武道的天骄了。现在知道我给了陈思灵什么吗？如何？现在服气了吧？有小迪在，我女儿可以进入青云宗内门了。陈雨秋，你一再侮辱我钟家，真当我拿你没办法吗？拜见城主大人。我可当不起你陈家主的大礼。小迪，你也在这里啊？你们怎么和钟家起冲突了？那是我亲舅舅。城主大人，请您听我将事情原委向您汇报一下。我已经知道，用不着你再啰嗦一次。父亲，事情并不是舅舅说的那样，是表哥技不如人，输不起罢了。你给我闭嘴！钟家是什么德行，我还能不清楚？但女儿到底还是年轻，作为大家族，重要的不是公道，而是家族的核心利益。我给你们2个选择：第一，陈家离开孤州城；第二，把女儿陈思灵嫁给钟家。谢城主成全，我陈家离开孤州城便是。这陈家武气这么硬吗？换个大点的城市也好，孤州城毕竟还是小了些。你就是七小迪，来人，把他抓起来，好好审问。这不就是第5级的时候，在灵池修炼的9品灵根吗？轻松领先而命我城主府一直寻找的人。
没用的废物，连个人都不敢抓，还得本城主亲自动手。城主不可啊，他是九品灵根的身份乃是确定，万万泄露。你今天是怎么了？吃错药了吗？城主，他就是当日拿了血福宫奖励的少年。什么他妈血福宫奖励？你是说他就是那个血？你确定没认错人？我如果认错，城主您就把我的眼珠子挖出来。这可是柳仙儿亲自叮嘱寻找之人，如果找到便给叶家一个青云宗内门弟子的名额。七公子一表人才，本城主仰慕已久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城主，你这是？刚才都是一场误会，误会啊！既然是你娶了陈家千金为妾，那就没事了。思灵啊，伯父来的匆忙，没什么好送的，这块玉佩就给你，当做伯父的贺礼了。那可不是什么普通玉佩，见此玉符如见城主，平时自己想碰一下都被父亲呵斥呢。啊！城主大人，民女不能收，这太贵重了。我和你父亲情同手足，你也算我半个女儿，有什么不能拿的？谁跟你情同手足啊？刚才不是还要赶我出城吗？女儿，那就收下吧，不许拿出来用，更不许弄丢了。谢谢城主大人。还喊什么城主，喊义父！今天起我就收你为干女儿了，往后谁欺负咱陈家，就是和我叶家过不去。太好了，我现在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悠人。司令，你换手机了，挺贵吧？不贵，转转的二手手机还挺划算的。我这 iPhone 14只要2300，比新机便宜了2000。哦，看着挺新的，靠谱吗？放心吧，转转是知名二手大平台，全国有多个质检中心，光检测专利就有几十项，上面的手机都经过多轮检测，每台都有专属评估报告，比一般的二手更靠谱。他家电脑也很划算，买靠谱的二手，我推荐转转。不愧你能当城主，还真是个老狐狸。司令见过义父爹爹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就算父亲知道了小弟1号隐卫的身份，也不至于做到这种程度吧？小弟，你是不是除了1号隐卫，还瞒着我什么啊？三星会师的身份是能暴露的吗？九品灵根的身份是能泄露的吗？姐夫，你怎么帮起了外人？你怎么还在这里？陈叶两家以后是一家人了，你们没事早点回你碧柳城吧，别在这里胡闹扰了人家清静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还有没有把我们当亲戚？不当就不当，今天起我叶家和你们钟家就没关系了，但别在我孤州城闹事，不然你们父子俩别想好好离开。好，你们一个个把这小子看成是宝贝，明天我让你们看着他是怎么被我打成死狗，连青云宗都进不去的。父亲，你有心事，难道是为了救救他们？是为了你啊！女儿怎么了？你也不比陈思玲差啊，要姿色有姿色，要身材有身材，可小迪娜的妾是陈思玲，却不是你。爹，你说的什么糊涂话？我怎么会嫁给小迪，还为妾？小迪其实就是柳仙儿大小姐，一直在找的九品灵根。爹，你可别瞎说，9品灵根怎么会是他？不然你以为陈家吃撑了，宁愿放弃在孤州城的百年基业，也要把女儿嫁给他做妾？许怡宁，差点忘了，许怡宁约了1号隐卫和小迪见面。你看着点，两人都是孤州城的宝贝哥，别让他们打起来了。姬小迪就是1号隐卫，这才正常嘛，不然怎么突然蹦出一个如此厉害的人物？你上哪去了？我妹妹找你半天了。找我干嘛？不知道啊，说是让我跟你一起去后院池塘边相见。上午许一宁好像请求1号隐卫的自己来许家后院一趟。别问了，你收拾一下就赶紧去后院找他吧，我先过去了。我才不会给这丫头扬着脖子，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劲。一宁，别闹了，还是取消这次见面好了，不然什么呀？我发现你怎么开始为小迪着想了？你不会跟我姐姐一样也喜欢上他了吧？你来了。妹妹，这位公子是？姐姐，向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1号隐卫，我们的关系你也看到了，没错，就是如此。他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1号隐卫，妹妹好福气，竟能与如此优秀的天骄结下缘分，这样我也就放心了。那是自然了，小迪今天没来，你记得帮我转告他，让他别再耿耿于怀了，并非是我瞧不起他，实在是1号隐卫太优秀了。谁耿耿于怀了？我压根就没在乎1号。我弟嘛搂着小迪的胳膊，说小迪配不上自己。天哪，万一真相大白，你会羞得想自尽的啊，我的二小姐。
幸好小迪没来，不然此情此景一定会狠狠刺激到他吧。一场情敌见面的戏码，就因为小迪的爽约而草草结束，这让伊宁有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，一晚上翻来覆去都睡不着。直到天亮，所有人都被鸡鸣惊醒，纷纷起身。他们知道，决定小迪命运的一天来了。有信心吗？如果没有，现在放弃还来得及，否则拳脚无眼，很难保证中期会否伤到你。回禀李长老，晚辈有信心。李清风并不意外，轻轻叹了声。中期是他亲自教出来的，即便同样是筑基5层，也要比外界那些修士要强太多。既然如此，你们2个做好准备。你这几天上蹿下跳的，有没有想过今日？还是担心你自己吧，乐色。切磋开始。好凛冽的道气，小弟怕是挡不住这一刀。小子，为我的气势吓得动弹不得了吧？小迪不以为意，象征性拔出一把临时准备的生锈铁剑。对比起来，竟然还不如升龙道第12层的南宫流云，那才只是筑基3层的五虎断魂刀。七星向北，对付中期这种实力，动用游龙掌都是闹的。这怎么可能？筑基3层击退了筑基5层。中期，你给我打起精神，丢了老子的脸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一个许家赘婿怎么可能如此强？到底是谁？我是你爹。刀法不精，动作太慢，力量不小。一场令所有人瞠目结舌的切磋，震撼般的上演。小迪单手握剑，游刃有余的将中期逼得节节败退的同时，还能不时的点评。这到底是谁在考察谁？总结就是外强中干，绣花枕头，中看不中用。小迪，你成功了，你成功了，你也可以来青云宗了。丢人现眼的玩意儿，自己滚回宗门，悠然移宁我们上非洲。师尊，那小迪，他虽然实力很强，但终究走的不是正途，我不能收徒，只能带他回宗另寻师傅。多谢李长老。进入青云宗就算大功告成，至于拜师啥的，需要师傅。李长老，我听说陈家千金陈思玲有6品灵根，您看有没兴趣收她为徒呢？小小孤州城哪来这么多高阶灵根？这次虽然没有找到9品灵根，但2个6品，1个7品，宗门里那帮老家伙会嫉妒的眼珠子都红了吧？青云宗，我来了。